他帮女人出头，被土豪打聋耳朵，却意外获得倾听万物的能力，狂掉百金巨物，大佬纷纷开天价购买。谁救我？我给他金条。木子听到人群中有一个奇怪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只乌龟在说话。还有这好事，干了！他二话不说，直接付了2万，在老龟的指点下，就来到了水边。好了，就是这里了，给我放了，不然老夫可要给你好看的。木子看了看这个地方，好家伙，这么多坟，看来风水不错。我可是花了2万买的，你要不给我送点东西来，我会放你吗？到时候直接给你安排100度的开水丝吧。说完，直接把老龟丢了过来。木子默数着绳子的长度，想着到时候直接给他老窝端了。哟，龟哥，你还真是厉害，果然有货啊！看着老龟口里的金条，木子高兴地发出了给的笑声。我能活这么久，岂是这么简单的？不过在你小子手里了。木子现在都有点感谢那个土豪了，耳朵要是没被他打聋，也不会听到老龟的声音。金条也给你了，还不赶紧给爷松绑？既然探到了老龟的老巢，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。想着就把他放了。行吧，我是说话算话的，马上给你解开了。不是说乌龟速度慢，我看这比兔子跑得还快。谁的车啊？放在路中间挡道了。听到声音，木子赶紧收起金条。你不是今天买我老鳖的小子吗？正是在下，想着看能不能再钓一个。级别很重要。说完，老头就开始支棱钓具，开始钓鱼。这里晚上钓鱼的人应该不多吧？木子说完，看了一下身后的几个坟，也还好啊，只要不在家里着凉就行。真的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木子悠悠地说了一句，想想自己都单身20多年了，娱乐全靠自给自足。小伙子，我看你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我女儿跟你也差不多，要不你们了解一下，到时候送你2栋楼收租怎么样？木子一听，这还得鸟？他估量的磕碜到什么程度，直接把软饭都喂到我嘴边了。不了，大叔，我还是想自己奋斗一下。说着转身就准备跑路。相遇即是缘，咱俩加个联系方式吧。我姓金，大家都叫我经常控。木子赶紧离开，回到家里，木子心里也没把那个大叔的话当回事，想着怎么才能更悄摸的把水里的金子都给捞起来，发家致富就看这一把了。他一大早便来到了一家渔具店。早上好啊，冤种哥。哟呵，是大帅哥。你这里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鱼竿？给我整1根。有，啥样的都有。你想买大概是在哪个价位的呢？有9块9一根的吗？钓个10来斤鱼应该是够了。想着反正都是打掩护，没必要投入太多了。兄弟9.9刷白条是没啥问题。你要是想钓大点的鱼，还是要把预算往上走。那你帮我配一下吧。得嘞，你瞧好吧。经过老板的一番操作，木子花了小1000块，什么钓箱、鱼竿、抛网、鱼护、饵料、锅料、太阳伞等等，搞了一堆。这个钓鱼也太烧钱了，我就想买根竿打个掩护，莫名其妙就买了这么多，这老板太会忽悠了。木子骑着小电驴就来到了昨天放老龟的位置，还好没人，先把位置占着，免得晚上被人抢了。3下5除2就把阵势摆起来，也不懂怎么开饵，就照着和面的方式来，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。我特么，这还是个技术活啊！不管了，丢到水里面再说。看着远处钓鱼老一会起竿一会起竿，就觉得奇怪，这太费事了。我也提起来看看，这饵料也不行啊，提起来啥都没有了，挂个玉米试试。想着是不是窝子打少了，直接就把前面开的那坨饵料扔了下去。我说小伙子，你动静能不能小点，少打点窝子，丢那么大一坨饵料，鱼都给你砸死了。木子一听我打个窝子都还有人管，真是的。就听嗖的一声，我的乖乖，好大，这条草鱼起码20斤。鱼线的切水声让木子这个外行都看得热血沸腾。把抄网拿好，准备抄头。原来妇人一激动，抄到子线上去了。我让你抄头，你听不见，你抄子线干毛线？我是抄的头啊，谁知道他往下一串就抄到子线了。这下木子不淡定了。2个钓位离这么近，怎么就不吃我的呢？这么大一条鱼，要是被我钓到了，那不得卖几百块了？木子赶紧重新上饵，掏了一竿。不远处的其他钓鱼佬也在呼呼抽竿，都想着盘上这种大货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，木子看着如定海神针一样的浮漂，心里很是复杂。都这么久了，这鱼怎么也该有2条到我窝子里面来吧？难道是我这位置风水不对？他转头看了看后面的2坟，不应该啊，毗邻先贤，怎么都要钓2条吗？木子重新换了饵料，还在上面涂了2、3口82年的口水，然后信心满满的抛了出去。重鱼30斤的青鱼。
一条比一条大，这次瞄准点，超头啊！木子也伸长了脖子，羡慕地看着。哎呦，我腰骨！没想到的是，刚把鱼抄进抄网，准备一使劲端起来，突然抄网断了。你真是的，能不能小心一点啊？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大叔一边说着，一边赶紧收拾东西。鱼肯定是不能掉了，得赶紧去医院。与此同时，木子也时刻准备着抢占这个连跑2条大货的黄金钓位。由于木子离得最近，其他钓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一条鱼30斤，就算10块1斤，那也爽歪歪啊！一天搞一条，不比打螺丝强吗？说着，就信心满满地抛下了一竿。卧槽，我不是来摸宝贝的吗？怎么感觉掉进了钓鱼佬的坑了呢？正在他嘴里碎碎念的时候，浮漂突然被拉黑。正在他嘴里碎碎念的时候，浮漂突然被拉黑了。紧接着就听见咚的一声，木子直接被放倒在地上，钓箱跟鱼竿被鱼拉着在水里面跑。卧槽，这是条大螺丝青了，可惜了，赶紧拿个什么东西给勾住啊！众人纷纷发出高兴的惋惜声。卧槽，我这小1000块的装备啊，早知道就不绑10手绳了，还能给我留点。这条青鱼起码60斤往上，大鱼都是按条卖，随随便便卖个3、5千的。木子一听，整个人都亢奋了。这么值钱，这一条岂不是都够我打1个月螺丝的了？那我还能就此作罢？哼！就在大家的七嘴八舌的时候，又是咚的一声，木子这家伙直接跳进了水里，飞快地往钓箱上游过去。别跑啊，鱼大爷，还我钓箱和鱼竿呢！第一次钓鱼你就给我把家伙全收了。原来是新手光滑啊，怪不得我们在那边坐了半天都没看到飘动，他却能钓个大的。算了吧，兄弟，在水里面你还能游得过鱼吗？木子在水里一阵扑腾，鱼在前面跑，他在后面追。这条鱼要是被他弄上来了，那也不少卖啊。我记得上次有人钓了条80斤的，卖了15000呢。远远的听到钓友们的议论，这相当于就给木子打了兴奋剂一样，两腿呼呼的像小马达一样往钓箱冲了去。我看你还能有多大能耐？还好钓箱的密封性不错，不然早晨了也就没机会捞这条鱼了。我看到钓鱼群里面说不是有人钓到大螺丝青吗？怎么没看到呢？我家鱼池正好缺一个大货阵场子。此时，一个土豪装扮的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那不是在水里面游着的吗？这都游了半小时了，估计这鱼应该是超过了60斤了。千万别脱钩了啊，大哥！木子只能任凭鱼在水里面拖着它乱窜，其他的钓友则在岸上像看杂技表演一样继续吃瓜。这大鱼真是厉害啊，都拉着我游了几百米了。木子正自言自语呢，突然这钓箱和鱼竿都停止了前进。卧槽，坏了！难道脱钩了吗？此时，水里一个巨型物体慢慢的显现出来，原来是那条大青鱼被累翻了，自己浮上来了。木子拖着钓箱、鱼竿和鱼往回游，得赶紧上岸，不然他要是缓过来了，那我可没体力再跟他耗了。快看，来了来了，这小子真厉害啊，都在水里游了1个小时了。这鱼我买了5000。小兄弟，这鱼卖给我吧，我出7000。一个土豪刚出完价，另外一个大爷紧跟着出价。好家伙，这鱼这么值钱吗？正在木子思考的时候，那位土豪又说话了：“我直接出1万，你也别跟我抢了。”你瞧不起谁呢？15000，小伙子，你这鱼就给我吧。木子并没有着急做决定，而是看了看周围的人群，这价格都赶上上次那条80斤的青鱼了。17000，我就比你高，怎么的？2万，线过线。这位老板，你也别跟我抢了，在家我可躺地上了。你这鱼弄回去也养不活的。这个年轻的老板看了看鱼，也是这么个情况，索性也就不争了，免得摊上大事。行吧，你拿去。大爷付了钱，让人抬着鱼就走了。没想到这鱼居然卖了这么多。你不知道吧？这大青鱼里面有一个鲸鱼石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说完这话，年轻的老板和吃瓜的群众们纷纷的散去了。鲸鱼石什么玩意？听都没听过。你们有必要这样吗？你们有必要这样吗？木子看向自己的钓位，好家伙，就几平米的地方，挤了4、5个人，这么多人挤一起，中一条大鱼，那不线都缠1块了，还钓个毛线啊！心里虽然是不爽，但是也干不过。要不是钓伞和鱼护还在那里，估计早就没他的位置了。回到钓位，继续抛竿，仍然不忘朝饵料上面来一口。这是什么灵魂操作方式？难道这是他上鱼的秘诀？随后就听见四处响起一阵阵的声音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周围的人都在陆陆续续的上鱼，自己的浮漂却一动不动的。木子看了看周边的钓友，嘿嘿嘿，你笑个锤子，在象牙给你拔了。这么多人来挤我的位置。不过想了想，刚到手的2万，心里似乎也没那么气了。我问你礼貌吗？我没有扔你。兄弟，听说你在我那个位置钓到大鱼了，还卖了不少呢。钓鱼佬的圈子信息传递是真快，这才没一会，经长空都知道了。不大，60来斤的样子。咦
帮我占个位置，我马上就来。木子刚想说已经没地方了，没想到对方就挂了电话。金长空家里，他正拿着手机给女儿金鱼看。你看这小伙子咋样？体力相当的，哇塞，在水里游了2小时还能继续钓鱼。这也不像钓鱼的呢，皮肤这么白。此时，金长空的老婆也看到了照片。不错不错，1-2个小时起步，你以后有福了，比你爸每年只上3分钟的课强多了。你们俩说啥呢？真是的。金鱼听着父母的话，表示无语。在另外一边，木子也是眼皮直跳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看来是有好事要发生了。但是转眼看着纹丝不动的浮漂，又很无语。看来新手光环是被我们趁走了，现在他那里一动不动的。嘿嘿，我都到了5条鲤鱼了，今天终于不用去菜市场买鱼回去交差了。他们虽然声音很小，但是架不住，离得实在太近了。木子简直想把他们推下去打窝。这里人怎么这么多啊？此时，金长空带着家人也来到了水边。起了大青鱼的消息一出，钓鱼佬听到风声肯定请假都要来甩2竿。木子正生着闷气呢，后面传来了咚咚的声音。特么的，谁啊？动静这么大，把我鱼都吓跑了。话说到一半，看到是金长空和2个女人，其中一个一身腱子肉，看得木子吞了一下口水。这家伙应该就是金长空的女儿啊！就这体格子，少说150斤，一般人可真是吃不消。大兄弟，怎么又上鱼了吗？没呢，要不你来钓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木子想着赶紧溜之大吉才是上策。让你走了吗？2座大山直接挡在了木子的面前。忘记介绍了，这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我女儿金鱼。还真是他。迫于实力差距，木子只能退一步。我是说，我在旁边帮忙抄鱼，顺便学习一下金大师的技术。年轻人真是谦虚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说着，金长空就坐上了钓位。木子时不时地瞅了一下金鱼，小眼珠巴巴的，怎么个事？你想愚公移山吗？你说啥呢？我可是10里8乡的正派青年。木子赶紧转过头去，要不咱俩在一起？房车啥的你都有了。另外，说着，金鱼抖了抖身体。大丈夫岂能居于人下？你也可以在人上的。哟呵！周围时不时地传来钓有阳竿的声音。终于了，哈哈！卧槽，大罗师兄，你也不挂个失手绳，这鱼起码都有80-90斤了，滚着点搞。木子抬头一看，这金长空怎么一眨眼都跑到隔壁去了？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，这身手简直厉害。木子说完，也闪身去到隔壁钓位。此时，重于这位钓友身边已经多了2个帮忙的，一个抱住身体，一个稳住鱼竿。上午你那条好像也比这条小不了太多。金鱼这一掌拍在木子身上，差点没给他干跪下了。哪里，运气好而已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听到四周响起。王德发，这可是我才花了5000买的一串脸，就这么给我干折了。快游过去啊！抓住断了的鱼竿，把它拉起来。人群中传来几个钓友的建议。我倒是想了，关键我是旱鸭子啊，你们谁能拉起来算谁的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之前木子旁边那个钓友二话不说直接跳了。书接上集，之前木子旁边那个钓友二话不说直接跳了。60多斤的都卖2万，那这条卖个3-5万一点都不过分了。可惜了，哎，早知道还是该学习一下游泳的。看着跳下去的那个钓友正在水里狗刨式游泳，都在纷纷叹气，自己怎么就不会呢？兄弟，记得把干烧给我弄回来啊！我得去找卖家扯皮。你不下去捞这条鱼吗？金鱼一把将木子搂过来说道。现在去个锤子，这鱼比我钓的那条大了小半圈，现在正是他体力好的时候。说完，木子就走出了人群。你去哪里呀？我看这条大螺丝青是往上游过去了，我从陆地上跟过去，找准机会给他拿下。索德斯奈，你可真是聪明啊！木子说完话，也没有再理会金鱼，直接就快步出发了。等等我啊！金长空看着木子和金鱼离开，我就说金鱼喜欢这款吧，还是我眼光如炬。我看这小子不太老实啊，眼睛总往下看呢。没办法，谁叫咱们闺女有点太突出呢？这倒是，这点随我了。另外一边，木子已经和金鱼正在林子里面钻来钻去的。路虽然难走，但是这是比游泳快多了。今天那条60斤的青鱼，要是不是有钓箱拖着，估计很难搞起来。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往回游呢？这时，跳下去追鱼的那个钓友也游了回来。干不动了，那家伙体力太好了，游了半小时，愣是没追上。那我鱼竿呢？看方向，估计应该是被拖到上游去了吧。此时的木子和金鱼捻着鱼竿，已经钻了快1公里的山路，突然停了下来。木子低着头往下瞅，怎么不走了啊？鱼竿都拉到水底去了。那可咋办？这不好找了。鱼竿剩余起码3米，鱼线是12米，子线1米，
那这里水深起码是16米以上了。得，这也太深了，这条鱼是捞不起来了。鱼呢？鱼竿呢？金长空和后面一大群人跟着木子和金鱼开出的路赶了过来，被拉到水里了。这里水深粗略估计应该有几十米。岸上围了一堆钓鱼和吃瓜的群众，都在想着怎么能搞起这条鱼来。金长空抬头看了一眼木子，这小子真是鸡贼呀，知道从岸上找过来，这么远的距离，这要是在水里游的话，迟早得给鱼当早饭。水里是什么声音？这么耳熟？你个铺盖仔，引了一堆人来我的老屋，是想害死我吗？我可不想另外一个家又被别人发现，赶紧滚出！虽说大老龟个头没青鱼大，但是好歹这家伙历经百年，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一顿狂摇，把这条青鱼给撵走。快点给我出去，不然我咬死你！还真是大老龟这家伙，没想到躲到这里来了。木子心里一阵窃喜，来都来了，怎么地都要下去看看是什么情况，万一捞着了呢，岂不是又赚几个 W 了？算了吧，没这个必要。我不是都给你送软饭上门了吗？木子也没继续听金鱼说话，直接扑通一下又跳了下去。另外一个钓友看了以后也跃跃欲试。什么叫另外一个钓友？老子叫李吉。李吉，猪肉吗？别管你什么吉了，不要影响我家男人。迫于实力的差距，那位钓友只能在旁边干瞪眼。水里的木子听到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接，老脸就红填了下去。小子，赶紧给你龟爷爷滚了！要是被他们再抓到，这次得下油锅了，老欧也不保了。这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，木子正好就循着这个声音找了去。哟呵，地方还不错，又森石头有多，挺适合躲藏的。木子向下潜了5米左右，远远的看到了一座石山，里面还有一个洞，鱼竿刚好插在这个洞里面。这个可难办了，从鱼竿进入的位置来看，这个洞都得12-13米左右，进去肯定是不现实的。里面万一有未知的东西，那就亏大发了。大老龟感受到了木子这个老六就在外面，生怕他潜了进来，紧张的后背发凉。你个铺盖仔，赶紧出去！老龟用头不断的撞击着鱼薄弱的地方，将它往外赶。而此时的木子正在往杆子上系着绳子。妥了，成不成就在此一举了。怎么样了？找到鱼了吗？木子刚浮出水面，金鱼就代表群众问了一句：“我那失手绳绑住鱼竿了，现在这条鱼还在洞里面，一会等它慢慢游出来，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拉起来。”这鱼这么大，出来了，你在水里面也没办法啊。我去把钓箱给你拿来，你把它绑在上面，随便他们怎么拉。谁说那什么大无脑来着？完全不对！你看金鱼多聪明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你说我刚才就怎么没想到呢？在水里给我翔都累出来了。马德里肯定是地沟油吃多了，脑子猛的。你首先得先找到鱼才行，你连鱼毛都没看见。就在大家七嘴八舌的时候，木子已经将一头失手绳绑在了钓箱上面。来了来了，你们看好大的鱼泡！只见水面冒着大泡，绳子一下子紧绷，木子赶紧拔住钓箱。大鱼带着钓箱和木子像离弦之箭一样飞速的冲了出去。终于是走了，这下安全了，真是吓坏我了。大老龟躺在石板上吐着浊气，水上的木子正躺着拉着钓箱跟在大罗世清后面，看起来甚是惬意。任凭他拉着，他在水面上到处游。卧槽，太过分了，居然还享受上尾板冲浪了。转眼时间都过去1个小时了。这小子厉害啊！前面刚在水里泡了1-2个小时，这又是1个小时。这体力真是好，哇塞啊！我好喜欢。金鱼说着，心里那个兴奋溢于言表。矜持一点可以吗？没见这么多人在吗？活该这小子赚钱，真是一个猛人。回去必须报名学一下，下次遇到了我直接下水干他。作为看挖掘机、旧房改造、修驴蹄子视频都能看1天的吃瓜群众，看着现场钓鱼老溜鱼更是欲罢不能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远远的看着木子拖着钓箱往回游，后面跟着一条体型巨大的青鱼，俨然已经累瘫了，肚皮朝天。终于是游到了岸边，木子解下失手绳，慢慢的把鱼拉回来。1米、2米、3米，岸上的人都屏息凝神，生怕惊吓到了鱼。经过几分钟的努力，这条鱼终于弄起来了。众人纷纷上前拍照装叉。俗话说得好，钓鱼不装叉，渔获将毫无意义。兄弟，这条青鱼卖我吧。一个年纪稍大的大叔率先说话了。行啊，大哥，你出个价，合适你就抬走。早上那条60多斤的你卖了2万，这条估计得有90斤，我也不让你吃亏，直接一步到位4万，怎么样？4万一卖给我吧，兄弟，上午那条就让给别人了。正在木子犹豫的时候，那个大叔又说话了。算了，小兄弟，我给你凑个整，5万我马上抬走。哟呵，老板，加价不是你这么加的啊，你这让我怎么加？大哥不好意思啊，你要不加的话，我就卖给他了。
行吧，让他抬走。2分钟后，大叔叫人来让江鱼抬走了。这是5万，你拿好了。咱们加个联系方式，以后有这种大货就跟我说。大家都叫我老麻雀，开了个巨物钓场就需要这样的狠货。好的，雀叔。老麻雀说完就走了，吃瓜群众们也纷纷的散去。木子也累瘫了，坐在地上缓了缓。金鱼，你要不送木子回家吧？今天给他累坏了。就是啊，我看着都心疼。走啊，姐送你回家啊。木子看了看金鱼这一身腱子肉，要是让他送回去，那岂不是狼入虎口？那啥，不用，我骑车来的，东西也不是太多，直接拖着就走了。说完一溜烟的跑了。回到出租屋，放下钓具，躺倒床上，拿着今天赚的7万发呆。此时的各大钓鱼群可是炸开了锅，一天连起2条大青鱼，卖了7万，是能忍输不能忍。加班加个毛线的班，老板我身体不舒服，明天可能搬不了砖了，得去找个医生看看。老婆啊，公司安排我研究水生物的饮食习性问题，要出差2天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不少钓友连夜出发，赶到水边。木子则在床上琢磨着他的收入。金条得200克，16万左右，加现在的7万，有23万了，离自由还有很远的路啊。木子一边想着怎么搞钱，一边想着金鱼那边的大瓶椰奶，越想越睡不着，闭眼就是黑飘。一线切水的声音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才钓1天的鱼，就出现这种状况了。看了一下时间，才2点不到，反正睡不着，索性就出去接着钓。走起夜钓，搞钱，只有没有追求的人才要睡觉。于是提着小电驴狂奔在钓鱼的路上。走起夜钓，搞钱，只有没有追求的人才要睡觉。于是提着小电驴狂奔在钓鱼的路上。哟，木子，今天还没过瘾啊，又来了。金长空听到身后的动静，跟木子打了个招呼。小兄弟，还真是你啊，我们刚还在说你呢。没想到今天花5万买木子大青鱼的老麻雀也在。是啊，躺下睡不着，索性就出来甩2竿了。说完，木子看了看周边，都没位置了。看来只有去今天拖第1条大青鱼的地方去了。那啥，这里太挤了，我去下面了。木子到了位置，几下就展开了正事。毕竟这也算是第2次钓鱼了，动作娴熟多了。大鱼，快来吃我的钩吧！他们都不喜欢钓大鱼，不用考虑他们的感受。就听咻的一声，木子抬头望去，好家伙，老麻雀上了一条罗非，大约1斤。没意思，这鱼不好吃，先丢到鱼护里面吧，暂时不放你，省得你回去报信。小奶飞，没意思，我的对象鱼是大螺蛳青之类的。木子悄悄地安慰了一下自己。随着夜色越来越深，木子总感觉背后凉飕飕的。要不是今天2河两岸这么多人，他压根不会来这里试探自己的胆量。都坐了几个小时了，飘还是纹丝不动的。卧槽，什么味道好臭？这味道确实有点上头。起鱼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就听2河两岸回响着金长空的声音。这条鱼有点大，拉着居然不怎么动。此时的老麻雀伸长了头，也是往河里瞅着这个巨物。突然，卧槽，老金，你钓到了一头死猪，还是正口。特么的，我说怎么拉着不动，原来是这个东西。死猪正口，收竿就走。说话间，这俩人就开始动手收拾家伙事。还抓我去卖布，看我下不起你这群钓鱼佬！再敢来，我就给你上点狠货。大老龟的声音，好家伙，以为你躲着不出来，没想到你还敢来报仇。此时传来了金长空他们的声音。收竿走了，木子，大晚上钓到这个东西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好嘞，马上就收拾。木子朝着金长空的方向回应了一声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这小子又在？赶紧溜了，惹不起。木子收拾完装备，和金长空老麻雀一起来到了路边。此时的两岸哪里还有什么人？漆黑一片，钓鱼佬被老麻雀那一声死于正口，收竿就走的话，全部都给吓跑了。准备去哪里啊，木子？木子正琢磨着先回家养精蓄锐，就被金长空叫住了。那还用问，肯定是回家见周公了。生前何必久睡，死后自会长眠。走，叔带你去一个地方压压惊。这大晚上的去哪里啊？跟叔走就对了。镜头一转，3人来到了一家足浴店。你俩大爷，这是想把我带上一条不归路啊？瞅啥了？跟我上啊！今天我请客，你们只管享受就对了。老麻雀叫着发呆的木子。这不好吧？脚我自己回家洗也是一样的，没必要浪费这个钱。走。这是一个老丈人该干的事吗？心里虽然是这么想着，但是仍然步伐坚定地走了进去。此处省略18000字。那今天先这样，咱们改天再约。木子打完招呼，便迂回的又回到了河边。此时的天色已经渐渐明亮。由于昨天晚上死猪的事情，今天早上河两岸一个人都没有。
今天一定要把这事给办了，不然夜长梦多。二话不说，木子拿着抄网一头就扎进去，往下潜了几米，终于是看到了藏东西的地方。一块石板下面露出了一个罐子。这老龟可真是不会藏东西，就用点石头遮住。不过好东西还真不少啊。木子扒开石头，拿出了里面的一个罐子。这么多金条，发了！一激动，咕咕的喝了2口水。木子仔细看了一下，好家伙，得有20根金条。赶紧上去了，快憋不住了气了。木子丢下这些青铜和陶瓷的瓶瓶罐罐，快速的游了上去，从水里出来，没歇气，咚咚的冲向小电鱼，马不停蹄的往出租屋的方向驶去。回到家里，把抄网里面的金条拿了出来。金条得200克，20根也就是320万了。这要是打螺丝，就是手轮冒烟了，也挣不到一个零头啊。这要是打螺丝，就是手轮冒烟了，也挣不到一个零头啊。木子心里想，果然勤劳只能活着，要想过得滋润，还得走不一样的路子。先藏起来，以待时需。第二天天亮，木子打算休息半天，不去钓鱼，出去逛逛。毕竟现在经济也不是那么拮据了。卖狗了，谁要狗啊？便宜卖了！快放开我！你个老六，我才是一个12个月的宝宝。木子被一个农民模样老人的叫声吸引住了，准确的说是被狗的叫声吸引到了。这个狗居然说的话我能听懂，难道也是跟老龟一样，是有灵性的动物？说着，木子就走了过去。老板，你这狗怎么卖的啊？1000块不讲价，这可是纯种的田园犬。木子吃了一惊，好家伙，我记得以前农村的狗狗都是送的吗？现在都这么贵了吗？不过想着以后可能会经常钓鱼，带个保镖在身边也是极好的。这样我还一个价200，合适我就买走。卖，你敢还价我就敢卖。尼玛，刚才不是说不讲价的吗？瞬间感觉自己还少了。木子付了钱，牵着狗就走了。以后你可要听哥的话，不准偷偷的吃翔，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那个狗贩子当时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转手就给我卖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，只要你听话，从今天起你就叫哮天犬吧，怎么样？够霸气吧？得，你现在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。就这么一人一狗在路上慢慢悠悠的走着，突然手机发出持续性的信息声音。木子拿出手机看了一下，哎呀，真是烦人！今天一不小心踩到水里了，鞋都打湿了。下面就是附了一张图，鞋子确实是打湿了，不过旁边那条鱼也是真大。这家伙也太能装了。兄弟，在哪里打湿的呀？我给你带双新鞋来，可千万别着凉了。这条花连起码30斤，10块1斤，那也是300块啊！走走走，赶紧搞起！木子说着，加快了脚步往回赶。我今天还没吃东西呢，特么的！不是说吃香的喝辣的吗？这才几分钟就不算话了。一会钓到了鱼，少不了你的，赶紧跟上吧！你这4条腿还没我2条腿的快。木子回家收拾完东西，骑着小电驴飞快地赶往钓点。钓鱼佬为了钓鱼是真拼，昨天才发生死猪正口的事情，今天晚上又这么多人来了啊！木子，下面那个位置还没人，赶紧去坐着搞起来。木子看向金长空，好家伙，这把探照灯都搬来了，这么亮！嘿嘿，哪里也才1000瓦，100多米的射距，你还整了一个保镖啊？这时候老麻雀也说话，今天路边看着挺可爱的，就买来喂着做个伴吗？你们钓了多少了啊？我们也才来不久，目前的话如定海神针一样的。今天不怕死猪正口了啊？虚锤子，你看我这灯直接给他亮瞎了。今天大老龟应该是不敢来了，这还没等靠近就直接暴露目标了，到时候被抓住可就直接上锅炖了。就听嗖的一声，小鲫鱼一尾，1斤的样子。木子正望着漂发呆呢，就听到老麻雀中鱼了。快看水里是什么玩意！随着大量的气泡冒出来，水里面出现了一个人的脚，卧槽，这玩意径直的游过来了。金长空吓了一跳，赶紧站了起来。没事，让我来对付他。之前是老龟做的妖，这次也肯定跑不了他了。你个老小子，居然不让我钓鱼，我把你抓起来安排了。木子直接扑通一下又跳了下去。兄弟，你搞清楚什么情况了吗？直接就下水了，太冒失了。就是啊，你要有个什么事情，金鱼可咋办啊？大老龟听着木子下水的动静，赶紧麻溜的潜水跑了。原来是一个玩偶，这老龟可真是记仇啊！我不就拿了你点金条吗？至于吗？木子拖着这个洋娃娃游了回岸上。大家继续钓吧，没什么事情了。本以为经过这么一闹腾，短时间肯定是钓不到鱼的，哪知道哟呵，又一条小黑鱼，大概3斤的样子。确实小，跟我的几10斤的目标鱼比起来，完全是个卡拉米。木子悠悠地说着，
反正是没口，我正好去放松一下。刚才跳下去的太急，喝了不少鱼汤。木子走出了钓位，正在草丛里面释放自己，突然听到了哮天犬的叫声。汪汪汪！老六，快回来了，鱼竿都被拖下水了。木子赶紧一个闪身，来到钓位抓起鱼竿来。稳住，稳住，我给拿抄网过来帮你抄鱼。金长空顺利的将鱼捞了上岸。这条鱼不错啊，看着怎么都有10斤左右吧，比我这2条加起来都重。我来拍个视频先。金长空是深得钓鱼佬精髓，给鱼来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拍摄。哎，这鞋子怎么这么脏呢？真是的，每次钓鱼都搞成这样，媳妇都不高兴了。木子就静静地看着金长空的凡尔赛。钓鱼群里面也是炸开了哦，纷纷艾特金长空是哪里钓的，但他就是不回。这一条鱼过后，整个河边又恢复了平静，只有老麻雀偶尔上一条板鲫，眼看天都要亮了。什么情况？几个小时我这里一口都没有，难道是那天钓了头死猪把我鱼运给破了？金长空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给鱼钩换上了大号蚯蚓。笋儿你不吃，给你换个肉的，钓黄辣丁、鲢鱼啥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有困难就改变目标，说不定有奇效。金长空深得此道。我可对这种小鱼没兴趣，我的目标可是大鱼，一条就能卖大几百上万的那种。正在木子自吹的时候，传来了咚的一声巨响。木子，快来帮忙，搞到大货了！木子听到金长空的呼叫，一个闪身来到了他的钓位。就你这体格，怎么会被拉下去？看样子又是一条大货。让你来帮忙的，没让你来分析的。此时，老麻雀也来到了这边。你还不下去帮一下老金啊？木子心里想着，他用的蚯蚓钓到的肯定是食肉型的鱼类，这玩意极有可能是会吃人的。快把这个失手绳接住，套在杆子上。我们想办法来对付它。金长空给鱼竿挂上了失手绳，快速的回到了岸上。剩下的就交给我吧，让我来爽爽。经过了1个小时的拉扯，这条巨物终于出现了，是一条大乌鱼。快，木子赶紧给我抄一下。我去，这乌鱼可是真大啊，起码50斤了。不大，勉强够吃力。金长空低调的说着，突然，老子今天也站起来了。多年压抑的情绪一下释放了出来。难道你以前都是跪着的吗？你懂个锤子！老麻雀看着金长空的样子，心里也是难受。为什么这鱼不咬他的钩？没想到这货转运了。行了，赶紧挂上放牛绳丢水里吧，别一会嘎了。你管我的，去钓你的鱼去吧。剩下的就是钓鱼佬的常规装13的动作了。哎呀，我的鞋怎么又脏了？真是的，回去又要洗了。得，你慢慢装，我走了。哈哈，来把鱼装到你的电驴上。我要带他去兜兜风。你不是开车来的吗？木子一下子还没意识到金长空的意思。今天不想开车了，而且车里太闷，容易把鱼给憋死了。快点，天要亮了。此时木子才意识到，没想到这里只是他装 X 的开始。你也别掉了，在后面扶着，跟我一起推着回去。哟呵，你真乃奇人也。此时，老麻雀一个成熟的想法冒出来。木子去忙自己事情吧，我跟老金一起走。大哥，你这是用的什么钓的？这么大一条黑鱼，都成斤了吧？哎，也没多大，才60-70斤。老金啊，你都骑了1个小时，肯定是累了吧？让我来帮你推推。才1个小时，还不累？此时的金鱼和木子忙合完了，也来了。你俩怎么还在街上逛啊？你看你衣服还是湿的呢。就是啊，老金，快去换一下衣服吧，我帮你把鱼照顾好。老麻雀趁金长空发呆的时候，一把推过小电驴，冲向了人群。老麻雀，等等我还没有答应你呢。简直走火入魔了！你以后不会也这样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不喜欢装的人。时间一晃都傍晚了，金长空还没回来。我爸这是去哪里了？难道走丢了？钓了一条鱼就找不到北了，真是的！看我今天晚上怎么给他上课的。那我出去找找吧。金鱼拿起手机给木子打了一个电话。在干嘛呢？没事的话，出来跟我一起找我爸。他到现在还没回家，手机也没人接，我一个人路上害怕。木子心里想，大哥，你是唬我的吧？你这体格，一般的人看着都要绕道走，简直不要太安全。好吧，我这就来了。你去哪里呀？我一个人在家也害怕。木子没搭理，直接就走了。果然是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。围着街走了2圈，总算是找到了金长空。你俩可是真有精神，从上午走到了下午。哪有啊，我感觉才出门没一会呢。此时从鱼的位置发出了一阵臭味。你看鱼都臭了，赶紧回家了。好的，回去我给你腌制一下来吃。
我可不要。累了一天，木子也没洗漱，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梦里又是各种种鱼的场景，木子猛地惊醒，睡锤子，钓鱼去了。要去你去，我可不去。这才几点？咋地？你可是我花了1000买的保镖，怎么感觉是来享福的啊？等我回来就给你炖了。木子一个人来到了河边，此时一个道士装扮的人站在离老麻雀几米的位置。雀叔，你精神可真好啊！没想到你又来了。哈哈，你不是也一样吗？木子看着这个道士有点纳闷了，于是问了一下老麻雀：“雀叔，这位道士是谁啊？大晚上的站这里一动不动的。”这不是连续2天都出现了怪事吗？我就斥巨资叫我这位道士朋友来看看情况。好家伙，这么大手笔！逐渐的从老麻雀嘴里面得知，这位道士姓李，叫李吉，也是一个钓鱼爱好者。就在老麻雀跟我说话的时候，不远处的一座荒坟传来女的哭声。李哥，你们有没有听到女人的哭声？嘘，小声点，有东西在那边。李道士立起了桃木剑，紧张地看向那座荒坟。这是又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？大哥，你别吓我啊！之前水里的木子知道是老龟的声音，但是这坟那边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熟人啊！哭声突然增大，木子一下跳到老麻雀的怀里。我不是怕，只是感觉有点冷，抱一起热乎一点。特么的，大半夜的，太瘆人了。有贫道在此，岂容你嚣张？还不赶紧出来，让我来会会你这玩意！你母亲的！那哭声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大了。这下李道长不淡定了，捡起石头，照着坟的方向就扔了去。道长，你可别怂了，谁不知道你是得道高僧？这些东西在你眼里那简直算屁。道长一听，这特么的都给我架上了，不拼不行了。说着，拿着桃木剑就准备冲过去。妖孽拿命来！等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木子说话了：“这声音仔细听，怎么带着一股子电流味道呢？”刚才冷不丁被吓到了，没注意听，这认真听下来，确定这声音就是来源于现代科技。难道你感觉是有人在故意吓我们？容我再听听。自从有了超强的听力，木子的听觉不是常人能比的。从这个声音来看，应该是有人在重复播放这种诡异的声音。原来如此，你这么说我知道了，这群人肯定是想把我们吓走，好霸占这个吊点。随后几个人跟着道长来到了那个荒坟的位置，循着声音，还真扒拉出一个无线蓝牙音响来。这小兄弟有2把刷子，还真是你说的这个情况。我还准备和这阿飘大战300回合呢。这群钓鱼佬也太不是人了，居然干出这种事来。走吧，继续钓鱼去。不过到了钓位上，木子仍然心里不放心，时不时的往荒坟的方向看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。后面啥也没有啊，怎么总觉得不对呢？难道刚才吓出心理阴影了吗？算了，安心钓鱼才是正道。目前还是空军呢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在杂草中还真趴着几个鬼鬼祟祟的年轻人，他们交头接耳的讨论着什么。你几个老小子给我等着，明天我就跟农业局的三舅说一下，让他们带人过来把你们一锅端了，还敢把我的音响摸走。不是该渔政部门的人管钓鱼这事吗？现在农业局的也参与了吗？你懂啥？都是一个办公室的，一句话的事。等他们把这些钓鱼佬都给收拾了，到时候这个地方还不随便我搞。还是你小子有路子，以后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了。哈哈，好说好说，走吧，今天先撤，让他们在这里暂时嚣张一下。这几个贼头贼脑的人悄悄地走了。此时李道士也坐在了钓箱上，认真地钓起鱼来。别说，这个李道士还是真有2把刷子，不仅会干阿飘，鱼也钓得不错。怎么又是一条小1斤重的鲤鱼？我都连着上了5条了，给我到桶里面关着。木子看着李吉桶里的鱼，开始怀疑自己哪里出了问题。难道是自己阳气太少，鱼运也被影响了？我也起鱼了，跟你一样，也是小奶鲤。河两岸响彻着你俩货的声音，就看他们你一条我一条的起着鱼，虽然不大，但是一直连干。你说气人不？时间就这么1分1秒的过去了。那个道士真是人如其名，李吉又是鲤鱼又是鲫鱼的，干了1桶。老麻雀也是不少钓。木子看了看自己的空桶，心里那个难受啊。今天怎么回事？一条都没钓到，我都在怀疑我那几条大鱼是怎么钓的了。终于上了一条草鱼了，我还以为都是里脊呢，不过也才2、3斤，勉强能吃。木子就静静地看着他。你再这样，我一会过去把你桶里的鱼都给放生了。木子低下头看了一下自己的鱼竿。干哥，你好歹给我面子啊，给我钓2条鱼吗？到时候回去我给你安排一波焗油。就在木子神神叨叨的时候，天黑了，
来了喂！一条筷子鞘，这也太小了吧？你爷爷奶奶怎么不来吃？确实有点小，比我那最小的鲫鱼都还小上半圈。这玩意一次还多，放了算了。放是不可能放的，万一他回去报信，那我不是更钓不到鱼了？好不好吃，今天都得弄回去吃。起码几十块一斤，还不见得能买到。你说的好有道理。木子赶忙又开始抛竿，有了一条，必然有第二条。木子就这么东一条西一条的钓了10来条，眼看天已经大亮了。今天钓了多少啊，木子？没多少，也就10来条吧，全是翘嘴。不错啊，小兄弟，虽然比我们少，但是也没少钓。老麻雀和李道士都比木子钓得多，道士钓了20几条，老麻雀也差不多。木子骑着他的电驴来到了菜市场，由于今天都是一些小货，根本买不上什么价格，还是连送带卖的才处理完，一共30块钱。今天运气不佳，才钓这么点，不过相比打螺丝还是要好很多的，至少自由。回到家里，木子躺在床上，想着今天钓鱼的事情。这夜钓还是挺熬人的，以后还是白天去钓算了，不然钓完都要休息2天才能调整过来，太伤身体了。睡了一觉，补充了一下能量。晚上木子又准时的来到了水边。不是说不夜钓吗？没想到又来了，看来真是中了钓鱼的毒了。钓个鱼比上班还准时，生怕去晚了别人把钓位抢走了。木子看着河边一点光亮都没有，觉得很是奇怪。今天河边怎么都没有人钓鱼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吗？他也不管那些，虽然一个人钓着还是心虚，但是架不住水里面大鱼的诱惑。就在此时，水面传来了求救的声音：“来人啊，救救我啊！难道几百年的今天，我老龟将要殒命于此吗？”哟，这不是大老龟的声音吗？今天又送上门来了吗？这次可不给你机会跑了。随后，木子咚的一声跳了下，沿着老龟的声音寻了去。几分钟后，木子游到了老龟边上。好家伙，这货被五花大绑的，被渔网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哈喽啊，有日子不见了，大老龟想我了没啊？大老龟心里一咯噔，怎么又是这家伙？真是人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我命休矣啊！今天又栽你手里了，我认了。来吧，给我个痛快的。这网可不是我下的，我是听到了求救的声音才下来看下。你要不需要我帮你的话，那我可就走了。大老龟心里也在盘算着，这人会这么好心，毕竟自己也活了这么多年，心里还是有些主意的。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快帮我解开吧。解开当然是没问题的，谁叫我是一个乐于助的人呢？不过呢，我下来一趟，你也不能让我白来，你说是吧？我就是知道你这货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我上次不是给你黄金的吗？上次是上次，这次是这次。要是前几天我老窝里还有些好东西，不知道被哪个扑街仔给我全搬走了。木子心里嘿嘿的笑。小老龟，你可不知道吧？你那老窝是被我端的。大老龟看着木子，一副奸笑，难不成是他干的？哎，现在被困住了，也不好当场撕破脸，等日后再算。没有黄金也行，我不信你在水里生活了几百年，没珍藏点其他好东西。嘿嘿。大老龟沉思了2秒钟，似乎想到了什么东西。这个嘛，你先把我解开了再说。你可是活了几百年的家伙，说话可得算话。随后，木子就把大老龟从网上解了下来，顺手就用绳子给他绑上了。所谓防龟之心不可无，万一这家伙一个不注意溜了，那可就亏大了。我是龟，但你肯定不是人，太特么的欺负龟了，狗成这样，居然还给我捆上了。既然都给我解开了，又绑上干啥？我还不是出于好意，万一你又一个不一小心掉到水里面，又被网给挂住了，我不还得下去救你吗？老龟心里想着，你算盘珠子都奔我脸上了，还在那里装，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行吧，落你手里了，你说了算。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我就给你直说了吧，我救了你这么大的恩情，你是打算怎么报答我呢？木子说完，脸上一副奸笑的表情。看来今天不给他点甜头，是过不去了。不过突然想到一箭双雕的计划，于是装作不情愿的说道：“那啥，就上次你抓大青鱼不远的地方，水里还有另外一个大洞，那里面住着一条大鲢鱼，这都不是关键。主要是这个家伙肚子里有一枚棒金渡劫时留下的棒珠，本来应该是我得到的，奈何这货太大了，实在干不过他，被他抢了。棒金渡劫，你确定不是跟我在开玩笑？”木子一脸怀疑的看着这个老龟，感觉这货没憋好事。虽然我没抢到那个珠子，不过那个棒金渡雷劫的时候被雷劈了，肉炸的到处都是，我悄摸的还是小吃了几块他的肉。
然后就能和人说话了。这么神奇的吗？你看我老实，可别骗我。那鲶鱼以前本来就只有几百斤的，吃了大半的棒猪肉以后，一下子长了好大。哎呦我去！你是不是当我傻啊？1000斤的通人性的鲶鱼，你觉得我干得过吗？我去了不得直接给他加餐吗？你个老小子，坏得很，赶紧给我换一个靠谱点的。你个扑街仔，这么好的宝贝给你说了，你还这样那样的。大老龟一脸气愤地说着：“你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你到现在还没跟我说个1、2、3。哎，真是没眼光。那个棒珠可是集日月精华的宝物啊，简直可以用无价来形容。如果得到其中的蕴含的能量和带来的变化，是无法想象的。”木子略微沉思了一下，这活了几百年的老龟留在身边，说不定以后还有什么其他大用。这样吧，考虑到你在外面日晒雨淋，而且经常遇到危险，食不果腹，我就发善心，将你收入麾下，以后你就跟我走了。现在你就是二师兄了，你还有一个大师兄叫哮天犬，现在在家里的。快放开我，我要自由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老龟听着木子说完话，打了一个冷战，这货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什么主意都敢打。老六，你怕是不知道，豢养成精的动物是会被吸取运势和人气的。我掐指一算不出20年，你就会霉运连连，喝粮食都塞牙。木子听着大老龟说完，想着难道真有这么一说？自己的财运才刚有一点起色，要是真如他说的，那老火了。老龟看出自己的话对木子起了一些作用，便又说道：“你要是把我送到海里面去，我可保你无事，顺便还能答应你一点小要求。”你想啥呢？你一个淡水的老龟，跑到海里面去，不怕水土不服吗？海里面那些大家伙直接就给你物理超度了。听我爷爷说，海里更具灵气，利于修炼，而且里面宝物更多。哟呵！听老龟这么一说，木子好像有些心动了。不过本着钓鱼佬不走空的原则，给老龟提了一个要求：要去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得帮我把你说的那个什么千金鲶鱼搞起来。你小子刚才不还说干不过吗？现在又想打那条鲶鱼的主意了？你就说帮不帮吧。行吧，你得准备好工具，不然你这样去就是直接给他加餐的。富贵险中求，怕锤子。干了，兄弟们！那好，你给我放了，我去当你的内应。也好。木子说完就给大老龟松绑了。你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老龟，我相信你是一个讲信用的人，你别到处晃悠，免得又被网给嘎住了，到时候被别人捞到了就完犊子了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，铺盖子，赶紧去准备东西。老龟说完就径直的游到水里面去了。哟呵，小伙子，你在干嘛呢？看你地上的东西是来钓鱼的。木子回头一看，原来是2名渔政的人。对啊，闲着没事来甩2竿。赶紧收了，现在这里禁止钓鱼。不是前2天都可以钓的吗？咋突然不让钓了呢？有人举报这里有非法捕鱼的，我们将在这里进行长时间的暗访调查。早就在各大媒体上发了通知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马上收拾东西就走。木子收拾完东西，骑着小电驴就走了。第2天一大早就来到了上次买渔具的地方。哟，兄弟又来了。老板，给我整一套干大物的杆子啊！要钓多大的鱼呢？几百上千斤的那种吧。经过老板的一番忽悠，木子又花了2个 W。据老板说，这套装备是专门干海里的金枪鱼之类的大货用的。木子看着手里的装备，这次真是下大本了。为了那个棒珠搏一把，胆大骑龙骑虎，胆小骑豹鸡母。干了，兄弟们！怕锤子。晚上木子来到了河边，找到了大老龟，后由这个内应带路去找鲶鱼。地方到了，就是这个水面底下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。剩下的可就看你的了。大老龟说完，大鸭子就跑了，生怕被下面的鲢鱼给发现。这家伙果然是贼精的，知道把自己撇干净，怕引来麻烦。木子来到一个树下，拿湿手绳将一头绑住大树，一头绑住自己，避免鱼没吊起来，自己倒是给他送了餐。这下妥了，我不信他能把树给拔起来。做完这些，木子拿出鱼竿，在鱼钩上勾上了一只鸭子，往大老龟说的鲶鱼的藏身的地方抛了去。木子拿出鱼竿，在鱼钩上勾上了一只鸭子，往大老龟说的鲶鱼的藏身的地方抛了去。木子把鸭子抛下去以后，想着这条鲶鱼没这么快来吃的，于是拿出了手机准备开玩。
突然，鱼竿猛地往前穿了一下，木子赶紧抓起鱼竿。不是吧？我才刚把烤鸭丢下去，这货就吃上了。轮子里面的线嗖嗖的往外出，木子也差点被拉下水了。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把自己绑在了树上，不然今天还得给他加餐了。木子牢牢地抓住鱼竿，生怕这条鱼跑了。从手感来看，应该是那条千金鲶鱼了。这老龟还是没说假话。鱼箭穿出去了100来米，突然鱼竿没动静了。我的个去，不会跑了。于是木子使劲往后一扯，这不扯倒是没问题，一扯势就来了。水里的大鲶鱼吃痛，又开始发力了。水面冒出铁锅一样大的气泡，给木子惊讶到了。这玩意不会跳上岸咬人吧？就在此时，一个巨大的飞影从水面穿出，在空中疯狂地摆动着身体，试图甩掉鱼钩。我的妈妈呀，这真是成精了这么大，还好绑住身体了，不然我一个回合就得歇菜。小家伙，就凭你也想打本鲶鱼的主意，真是厕所里打灯笼。什么玩意？这鲶鱼都开口说话了，果然是通人性了。木子赶紧放低身体，降低重心，跟这条千斤巨物搏斗。让我给你松松筋骨吧，你个小虾米！鲶鱼在水里一阵窜动，这条鱼也实在太大，一个加力，直接都要把它拉得悬在了空中了。这吃肉的鱼果然是不一样，力气大的出奇，差点给我整岔气了。木子回头看了一眼绑住绳子的大树，树大爷，你可得给我顶住啊，不然咱俩都得下去给他加伙食了。又经过了一波博弈，水里又安静了。嘿嘿，知道哥不是吃素的了吧？哪知道鱼竿上面的线一下子松了，木子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什么情况？脱钩了吗？突然一个巨物穿了出来。哎呦我去！木子赶紧一个后闪身躲了过去，鱼重重的砸到了水面，差一点就直接给他撞到了。这时鱼说话了：小子，算你跑得快，一会你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。放马过来吧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木子看着这条鲶鱼，有着无限往远处游了200米。怎么个事？放完狠话就想跑是吧？我同意了吗？木子赶紧摇轮，试图将鱼控制。就在这时，鲶鱼突然一个掉头，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了过来，一下子把木子给惊讶到了。这家伙是要干嘛？木子沉思了片刻，不好，他跑这么远，原来是故意的。果然成精的玩意，脑子聪明，都知道猪跑了。不过木子就离开了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身影出现在他旁边，一口咬住木子，让他拖走。与此同时，那条千斤鲶鱼也重重地砸在了刚才木子站立的位置。木子一看是哮天犬，这家伙居然来了。多谢了哮天犬，回去给你加鸡腿。哎，要没我，这家迟早的散。木子马上转头看了一眼地上的鲶鱼，别人欺负我就算了，你一个鱼还想踩我？今天我就教你做人。木子随手划拉到一块石头，照着鱼头一下子给拍了过去。这一拍把原本衰猛的鲶鱼给干清醒过来了。今天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你吞进肚子。哟呵！他也不顾木子丢的那块石头给他带来的痛，张着大嘴，扭着巨大的身体，向木子和哮天犬扑了过来。你不是吧？这鲶鱼什么时候变成两栖动物了？在岸上还能这么嚣张？你还坐在那里搞锤子啊？赶紧往后撩啊，不然一会真给你结果了。木子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往后。鲶鱼则蓄力想一甩头把木子给结果，哪知道岸上不比水里，一个用力直接撞到树，血流不止的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的了。这是嘎了吗？为了安全起见，木子看向了哮天犬。你反应快，你赶紧过去看看，是真死的还是诈死？你可真是个大聪明，就会知了我去干这种送命的事。哮天犬无语的走向了鲶鱼，侧耳听了一下，听不到呼吸的声音了，应该是嘎了。木子听到哮天犬这一说，瞬间放心了，不过还是很小心的走了过去。你在墨迹啥呢？他流了这么多血，早就嘎得透透的了。木子回头一看，此时黑暗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原来是大老龟。原来这家伙并没有走远，而是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着这边的情况。他也不啰嗦，3下5除2的从鲶鱼肚子里面抠出了那个棒珠。这东西有鸡蛋大小，在黑夜里散发着幽幽的光泽，一层像能量气体的东西附着在它的周围。你说的极日月精华的棒珠就是这个吧？好像也并没有多大的特别之处啊。你是真不懂货，真是一介凡人。要不你送我吧？你可真敢想，我可是拼了老命才得到的。你赶紧给我说说，这玩意有什么用？具体什么用，这我真是不知道。不过对于我修炼来说，肯定是作用很大的。你看，从我吃了点棒肉都能有这么大的变化，就知道了。老龟说完，吞了吞口水，哈喇子掉得老长了。
你赶紧收起你这贪婪表情，不然我忍不住想把你炖了。算你狠，大爷不跟你计较。老龟突然像想到了什么，赶紧收起来。这东西对动物有着极大的诱惑，保不准会迎来什么东西。大老龟看了看地上的鲶鱼，珠子不给我，那我吃肉总是可以的吧？虽然不及棒珠，但是能补一点是一点。老龟说完也不理木子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。哮天犬听说吃了这肉能帮助修炼，那也不客气，爬在鲶鱼身上，吭哧吭哧的一顿胡吃海塞。龟哥啊，你吃了我这么多鲶鱼肉，这人情必须得记上啊！你怎么不管那条狗呢？你说水狗呢？本大爷叫哮天犬，他可是跟我混的，当然有我的就有他的。你个扑街仔，果然不是省油的灯。木子嘿嘿的发出奸笑。你说我要是吃点，是不是也能变强不少呢？你要愿意吃就随意，反正我们也吃不完。木子想了想，这玩意可是吃肉的，保不准吃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想想还是算了。算了，我就不跟你们抢了。不过大老龟，你吃了我这么多肉，以后可得多送点宝贝给我啊！大老龟没搭理这货，继续大口的吃着鲶鱼自助餐。折腾了一宿，木子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出租屋，看着手里的珠子，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个珠子也随着木子的呼吸节奏忽明忽暗，慢慢的融进了他的身体里面。这一觉怎么睡得这么踏实呢？整个人神清气爽的，好久没有这样了。难道是那个棒珠在身上的原因？木子抬起拿棒珠的手，准备再欣赏一下这个珠子，但是手里面空空如也，啥也没有了。卧槽，我的珠子去哪里了？难道家里进贼了？不应该啊，不是有哮天犬吗？有人来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于是木子开始翻箱倒柜的找珠子，折腾了半天，连珠子的影子都没看到。于是他将目光看向了哮天犬，这家伙昨天可是听着大老龟说过，这个珠子可以给动物修行带来很大的好处。说是不是你把我的珠子拿走了？你是不是傻？我要是拿走了珠子，还会待在这里等你吗？你这锅我可背不起了。也是哈，特么的急傻了。木子低头琢磨了2秒钟，像是想到啥了。难道是被我吸收了？这玩意不会有啥副作用吧？毕竟它是棒精身上的东西。你在那里唧唧歪歪的干啥呢？天都快黑了，我还没吃中午饭呢，你赶紧的吧。哮天犬这一说，木子也感觉挺饿的，赶紧弄了些东西来吃，一口气干了10碗饭，把木子都给惊呆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咋吃了这么多？吃得多就算了，这才8分饱，要不是家里没米了，真想再做点饭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珠子的原因呢？木子细细一想，确实有可能。难道这个珠子是需要身体的营养来供养它吗？木子也是一头雾水，所以又来到了水边。大老龟，赶紧出来，我有点事情要问你。怎么你身上有棒精的气息？难道那个珠子被你吸收了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对于修炼的动物来说，一下就能感知到了。你说这玩意跟人体结合后，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不良反应？这我倒是不知道了，不过你以后可得小心点。想想棒珠的肉都能让动物通人性，你邪珠在身上，难免会招来其他动物对你的觊觎。木子听完老龟的话，感觉心里一紧，头皮发麻。我去，那我不成了唐僧肉了？看来得到这玩意也不是什么好事啊，随时被人盯着的感觉是真不好。也不是什么大事。现在你身上棒珠的气息还比较微弱，其他动物应该还发现不了。等你以后强大了，说不定就能压制这些气息。哟呵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听完老龟的话，木子松了一口气。不过这珠子既然在你体内，肯定是要消耗你身体的能量的。怪不得我今天一口气炫了8碗饭，再这样下去，我那点存款也不经吃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珠子消耗的能量将会越来越多，这珠子散发出来的气息也会越来越重。合着我就全给它做贡献了。那换句话说，我要是吃的少了，它不是吸收的能量就少了，气息就弱了，也就不会被其他动物发现了。理论上是这样的哈。这说着简单，可不是这么好办的。不吃饱那可多难受啊，但是吃饱了又全给它造了。一个头2个大啊，管他呢，走到哪里算哪里吧。说点正事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到海边啊？别急嘛，我说过的事情肯定兑现的。过几天等我把事情安排妥当了，来吧。行吧，我就且信你说的。走了，回家睡觉了。木子看着老龟，想着果然乌龟的长寿是睡出来的。
我也该回去了。走在路上，木子一直在想着老龟说的话，怎么才能压制身体内珠子的气息，不然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攻击的目标，太危险了点吧。有了，如果我身体的消耗速度快于珠子的消耗，我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珠子没有能量供给，那气息不就弱了吗？我简直是个天才啊！木子想着怎么才能办到这件事呢？估计997的工作可以办到，一天累得跟灰孙子一样。连续几天没钓鱼了，木子今天又来到了水边，想着渔政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应该没啥问题了。是你啊，我还以为这几天都没人呢。前几天这里不让钓，在家里待着给我憋坏了，现在让钓了，今天就悄摸的出来甩脸干。就是啊，今天其他人应该他们还不知道吧？说完，木子也开始坐下钓鱼了。没想到的是，金长空和老麻雀居然没在。兄弟，你不用在家陪媳妇的吗？我看你经常半夜都来钓鱼。我哪里有什么媳妇啊？出来钓鱼就想看看能不能钓点大的来卖，挣点老婆本啥的。有目标就好，不像我失业了不知道干啥，爸妈让我回家收租子，你说我能去吗？木子看着他，表示很无语，怎么听这话都有点凡尔赛呢？真是羡慕你啊！你前段时间也不少钓啊，没少挣呢。在双方你一句我一句中，木子知道这个钓友叫季宇，家里好几栋楼，典型的富二代呢。鲫鱼，哈哈，小巴掌飞一条，免空了。这罗非一来肯定一群的，所以就看着季宇一条一条的连续起着罗非，没一会桶都装满了。木子那个郁闷，突然木子像想到了什么似的，朝饵料吐了一口水，随后扔了下去。既然棒珠溶于体内，那我口水里面肯定是带有它的气息，这玩意又巨型大鱼，必然是一绝。饵料丢下去后，浮漂刚到位，突然一个加速，漂黑了。哟呵！木子赶紧扬竿，由于是大钩大线，这条10斤的鲤鱼直接被飞起来了，甚至还没来得及反抗。卧槽！我现在都这么强了吗？这条10斤的鱼都直接单手飞起来了。你不是吧？这一条顶我好多条了。你用的啥饵料啊？一下去就是大鱼，我的都是卡拉米呢。没办法，级别在这里的。不然我前段时间的大鱼是怎么钓到的？得，又被你装到了。不过也不值什么钱，市面上也就10块8块的，不及我那大青鱼1毛。说着，木子就把这条鱼丢到桶里面去了。你还瞧不上了？要知道这个水里面这么大的鱼也是挺难钓到的。那是对于别人。木子心里想，这种10来斤的货简直入不了他的眼。你小子还不知道我前2天钓了一条1000斤的大鲶鱼吧？鲫鱼也思索了片刻，便对木子说道：“要不你这条鱼卖我吧，卖给谁不是卖？”你确定啊？我看你也钓了不少啊。木子这话是连夸带损的。你要实在要买，我就便宜卖你，我们也算朋友了。8块1斤，你给100就好了。得，你可是真会算账。鲫鱼直接把钱转给了木子，顺带就在他钓位上把那些小罗非都给放生了。这也就是遇到哥这样的好心人，以后别再吃钩了，赶紧给我消失！你特么的，你可真是不干人事，这下全放我窝子里面来了，这下钓不安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着急抓鱼给忘记了。鲫鱼提着鱼回到了自己的钓位，然后开始了钓鱼佬的常规性凡尔赛的操作了。木子继续如法炮制，但是陆续上来的都是一些小罗非鱼。难道真被那货放的罗非鱼影响到了？还是说这个棒珠对所有的生物都是有效的？那我也可以把这些小鱼诱到一边，然后钓大鱼呢？于是木子被过生，悄默地干了一些事情，随后开了一坨饵料丢在了边上。饵料下去没2秒钟，就看见一群小鱼黑压压的游了过来。哟呵，这水里面的小鱼也太多了点吧？你丢了什么饵料下去啊？这么猛啊！鲫鱼看着水里大大小小的鱼，发出了惊叹。也没什么，就加了点拼少少上面买的买1送5的小药。哟呵，一会钓完鱼赶紧推给我。木子肯定不会说自己是给饵料里面加入了棒珠的一些气息。这下窝子里面应该没什么小鱼了吧？木子看着窝子里面出现大炮，赶紧抛了一竿下去，没想到刚到位，漂就被拉黑了，一竿直接就飞了上来，原来是一个半斤的翘嘴。你特么的，你可真是不干人事，这下全放我窝子里面来了，这下钓不安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着急抓鱼给忘记了。鲫鱼提着鱼回到了自己的钓位，然后开始了钓鱼佬的常规性凡尔赛的操作了。木子继续如法炮制，但是陆续上来的都是一些小罗非鱼。难道真被那货放的罗非鱼影响到了？还是说这个棒珠对所有的生物都是有效的？那我也可以把这些小鱼诱到一边，然后钓大鱼呢？
于是木子被过生，悄默地干了一些事情，随后开了一坨饵料丢在了边上。饵料下去没2秒钟，就看见一群小鱼黑压压的游了过来。哟呵，这水里面的小鱼也太多了点吧？你丢了什么饵料下去啊？这么猛啊！季宇看着水里大大小小的鱼，发出了惊叹。也没什么，就加了点拼少少上面买的买1送5的小药。哟呵，一会钓完鱼赶紧推给我。木子肯定不会说自己是给饵料里面加入了棒珠的一些气息。这下窝子里面应该没什么小鱼了吧？木子看着窝子里面出现大炮，赶紧抛了一竿下去，没想到刚到位，漂就被拉黑了，一竿直接就飞了上来，原来是一个半斤的翘嘴。这怎么搞？完全钓不了啊！是你们逼我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木子拿起抄网在水里面一顿捞，不一会就装满了一通小鱼，什么罗非、餐条、麦穗、小翘嘴啥的。你还是钓鱼人吗？好好的鱼不钓都开始捞鱼了，跟网民有啥区别？不过看到木子慢慢一桶砸鱼，瞬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拿着抄网也开始捞了起来。哟呵，这些小杂鱼拿回去砸来下酒还是有点小爽的。没一会，鲫鱼也装满了一桶，顺便也把那些还有生长空间的鱼都给放了，毕竟爱护生态，人人有责的。1个小时过后，木子和鲫鱼又坐上了各自的钓位，开始钓鱼了。今天收入才100块，都不够我的伙食费的。这棒珠1天的量顶我1周的了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浮漂出现了一个小洞口。木子抬竿中鱼，1条5斤的红鲤鱼。这种红鱼一般都是钓了会放掉的，极少吃，主要是图一个好兆头。不过木子瞬间有了其他想法。那啥鲫鱼，你看这条鱼漂色吧，你拿回家去当风水鱼，你爸妈绝对要把零花钱给你涨2倍。哟呵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居然觉得好有道理的样子。说吧，多少钱？大家都是熟人，怎么能谈钱呢？要说缘，这条鱼与你有缘，168元给你了。你真当我是冤大头啊？这么贵，68你就说卖不罢？所谓结缘，就不要讨价还价了。你说是吧？何况这个数字这么吉利，168一路发。鲫鱼想了想，也是哈。去庙里烧香，总不能跟和尚讲价吧？于是又给木子扫了过去。从此这条鱼就是你的鱼缘了。我就且信你吧，整得跟神婆一样。今天的鱼都叫我给你消了。大家互利共赢吗？木子和鲫鱼一边吹着牛，一边钓鱼，直到桶里面实在装不下了，也没有遇到那种几10斤的大货，都是一些几斤10来斤的鱼。走了吧，木子，我这桶装得满满的了，很久没有钓到这么多的鱼了。可以啊。我也打算收了，今天没啥大的收获。咱们都是朋友了，既然你想全职钓鱼的话，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说。木子扯着脖子听着鲫鱼的话，这河里面你就是薅土露皮了，也攒不够你买房的钱，还得去抄大江大海，那里面运气好，搞一天都是几大千，还不是条件有限吗？我要是像你家里一样，1年随便就是一个小目标，那我肯定随时都能去了。那也不是我的啊，是我家里人的嘛。想想鲫鱼的条件，再看看自己，真是人比人得喜，货比货的扔啊！有人出生就在罗马，有人一辈子也到不了罗马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这样比较下去，把心态都搞崩了。走了，回家了。鲫鱼提着桶走在了前面。那啥，你先走吧，我要放松一下，而且咱们也不是一个方向的。那好吧。鲫鱼走了没2分钟，水里面就出现了一团气泡，大老龟游了出来。小子，你去海边记得带上我啊！咱俩可是事先说好的了。你这家伙耳朵倒是挺好使的，这都被你听到了。不会你就在水下监视我们的吧？老龟生气的看了一眼木子。你说你钓鱼就钓鱼吧，搞这么多带有棒珠气息的饵料下去，水里面的鱼都躁动了，鱼虾从4面8方跑来，像开 party 一样，整出的动静都把我搞失眠了。瞅瞅我这黑眼圈。你这样说，那我多过意不去啊。主要是想用棒珠把这些小鱼小虾诱到一边，顺便也检验一下这个棒珠是否如你说的那么神奇。我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老龟，能骗你这个毛孩子吗？哟呵，真是的，以为我们动物界都是像你们两脚兽一样吗？好的好的，我格局没打开，龟大爷。关键你小子不知道，这个气息万一引来了那种跟那条鲶鱼一样上1000斤的大鱼，直接就把你拖下水吃了，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。大老龟这么一说，木子一阵后怕，脸冒冷汗。确实是啊，忘记这茬了，粗心大意了，下次不会了。木子突然拿出了一根绳子。你干嘛？又想绑我啊？你难道不想去海边吗？去呀，但是没必要绑我啊。
木子指了纸筒和吊箱，你看还有你待的地方吗？所以赶紧过来啊！木子骑着电驴，带着老龟来到了菜市场，把钓上来的鱼卖了一部分出去，剩下的留给老龟当伙食。回到家里，他将老龟放在了一个塑料桶里面。行了，这就是你暂时住的地方了，可别到处跑啊，不然被人抓了炖了，那就自认倒霉了。转头看向了哮天犬，你也留点心给我把它看好了，以后对我们可是有大用的。哮天犬汪汪两声表示收到。木子熬了一夜，躺着床上迷迷糊糊的，又睡到了下午。起来随便整了点东西，就给金鱼打了个电话。在忙吗？我想去海边钓鱼，不知道你在那边有没有熟人呢？木子想着，毕竟海钓不比淡水钓，而且那边人生地不熟的，有个人照应总是好的。当好友啊，我一个叔叔叫唐朗，在那边搞海钓的，我一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你。随后，木子给唐朗打去了电话，双方约定好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。你说你个淡水龟，去海里真是的嫌自己活得太长了吗？你懂啥？海里面资源多啊，而且你就不会给我找一个有淡水的岛吧？动动脑子啊！你倒是还教训起我来了，你可别忘了答应给我的报答。知道了，婆婆妈妈的，我要睡觉了，别打扰我了。你还有脾气了？第二天早上，给老龟放了昨天卖剩下的鱼。我出去几天探探路子，你在家里好好的待着。随后，木子就带着哮天犬来到了约好的地方。你就是鱼儿的朋友，听他说你想在海里面钓鱼啊？是啊，还请堂叔多多教我啊，我第一次海钓，啥都不懂呢。好说好说，鱼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我在这一片钓鱼还是小有名气的。随后，唐朗大叔就把他带到了一个暗钓的海，给他讲了一些海钓的基本技巧。木子拿出了斥2万巨资购买的螺纹钢，开始了挂饵钓鱼，习惯性的吐了点口水。你干嘛呢，木子？还给饵料加小药啊？听说钓鱼吐点口水有奇效，我就想着试试看。木子随即抛出了鱼竿，唐朗也没再管他这些奇奇怪怪的操作，只是在一旁静静看着。突然，鱼竿上的鱼线一紧，木子赶紧双手握住鱼竿，干货了。堂叔，还好鱼竿抓得紧，不然一下就给我把本给收了。小木运气不错，这么快就上鱼了。唐朗一脸的不可思议，没想到这个新手上鱼速度这么快。就是啊，第一次钓，完全是运气，刚好丢到鱼嘴里面去了。这条鱼还想挣扎2下，被木子一个抬手钓了起来，是一条不知名的鱼。海里面的鱼力道是比淡水鱼的大，就这1-2斤的货，居然这么有力气。这条是黑鲷鱼市场上活的能卖30-40，你这一条就80块到手了。他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个鱼，这可比淡水鱼值钱多了啊。不过你这鱼吃口太生了，应该是活不成了，嘎了的鱼也就10多20块的样子。那不亏大发了吗？直接钓这么多价。唐朗把鱼丢进了桶里，你多钓几条吧，到时候一起放到船里面的冷冻仓里面。往远处看去，一条船正飘在海上，没错，这就是唐朗所说的那条船。看着你钓，我也手痒痒的。我到那边去找个地方甩2竿，有事情你叫我。好的，堂叔。唐朗来到另外一边的石礁上，也开始了钓鱼。不过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他这边还是一动不动的。他转头看向了木子，他那边一直在上鱼。今天什么情况？不应该的。我记得这个地方，我前2天钓的时候口都挺好的。木子这边突然停口了，怎么没口了呢？突然线一下子分头了。木子赶忙抬竿，接着一阵切水声响起。这条鱼有点分量呢。10秒钟后，一条鲳鱼出水。这棒珠的能量真是厉害啊！隔壁堂叔一口都没有，我这里都连了半个小时了。一边的唐朗看傻眼了，这条鱼30块1斤，还是不错的。又钓了半个小时，但是都是这种几斤的鱼。这些鱼一条也就值个180块的，这想挣大钱不行啊！看来暗钓想遇到大的还是有困难的。老唐也不钓了，一边收竿一边问着木子：“怎么样，钓了多少了呢？”也没钓多少，可能10来条小鱼吧。什么鲳鱼、黄鲷鱼啥的，好像都不值什么钱。老唐心里一阵尴尬，没想到他一个老手，居然没钓过一个新手，1个小时内是一个口都没有。那啥，这岸边也没什么大货，我们到海上深水的地方去钓吧。正合我意，确实没什么大鱼。老唐带着木子来到了船上，顺便把鱼丢冰仓存放。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唐朗就开着船，带着木子来到了远海。他经常上鱼的这个标点，这标点可是我经常钓的，哪次都是能搞到大货的，不信钓不过这个小子。老唐在船上信心满满地抛下了一竿。这个地方要是钓不过一个新手，这要传出去，
那丢大人不是啊？正在老唐自言自语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鱼线切水的声音。这条鱼好大，感觉起码是有几百斤重的。老唐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木子这边已经中鱼，鱼竿出现了大弯弓，鱼线也正在滋滋的往外跑。木子正一只脚抵住船舷，重心向后，拼命的抱着鱼竿，避免被鱼拉下去。这才几分钟啊，剧情怎么发展的不一样呢？哮天犬也不闲着，抓着木子往后拖。此时，老唐也走到了木子旁边，哪知刚走到旁边，就听到嗖的一声，木子连人带竿一下子从船上被拖了出去。大黄抓紧了，可别松手啊！我吃你点东西真是老累了，还得让我一条狗上来帮忙。你以为让你出镜就闹着玩的吗？吃了那么多棒肉，不得做点贡献吗？就这么一人一狗悬在了半空中。老唐一看情况不好，赶紧跑到船边，把锚提了起来。实在不行就丢竿吧，本狗快要被拉崩了。坚持住啊！这鱼上来了，我给你加鸡腿。然后就看着水里面的东西拉着一人一狗一船在海里面狂奔。经过了半个小时，鱼似乎有些乏力了。木子瞅准时机，一下子回到了船上。快摇轮收线了。木子按照老唐的指点，一会放线，一会收线。没过多久，这条巨物就累翻了，被溜了出水面。他一看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什么玩意？居然是一条青鲨，白高兴一场啊！是啊，这鱼属于禁钓鱼种，是属于保护的。剪线吧，不然一会嘎了，麻烦就来了。木子一听，只得作罢，无奈的剪掉鱼线，看着这条大鱼回归大海。哎，真是浪费时间，白折腾这么久了。木子心想，要不是自己有棒珠在身，就刚才那一下子，自己就下去给鲨鱼加餐了。累了吧？过来歇会吧，鱼是钓不完的。他听老唐一说，索性就坐了下来，开始了闲聊。怎么样，海钓过瘾吧，小伙子？哈哈，是啊，太刺激了。不过可惜了，是一条无效鱼。机会还很多的，慢慢来吧。老唐虽然这么一说，但是心里还是蛮高兴的。如果是一条这么大的有效鱼被这钓鱼新手拿起来了，那他这老脸可就挂不住了。毕竟这是他提供的标点。唐叔，你这艇多少钱买的啊？简直是钓大鱼必备的。也要不了多少钱，我这10把手的了，30个打补钮拿下的。好家伙，30个还叫没要多少钱？瞬间给木子整无语了。要想海钓的话，还是要自己有条船才方便。不然很多标点都去不了，而且即使自己不钓鱼，还可以带人去钓嘛，反正是亏不了。唐叔说的是啊，每次都坐别人的船也是不方便。木子心里想着，我这棒珠的灵气不能让别人知道啊，有条船可真是必要的。木子休息了几分钟，又站起来继续钓鱼。老唐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，饵料带着棒珠的灵气抛到了海里。中鱼，又是一条大家伙。不过从力道来说，明显比那条鲨鱼小了。这小子这么厉害啊，上去就中鱼，需要帮忙吗？老唐也热情地询问了一下。没事的，这条鱼不大，估计也就几十来斤吧，我一个人能搞定。经过几分钟的来回收线放线，这条鱼终于被溜翻了，躺在了海面上。木子拿着抄网把鱼捞了起来。这是条啥鱼啊？不太认识呢。老唐走了过来说道：啧啧，这是一条青斑，你小子运气不错啊，我还没开张你都搞了2条了。木子嘿嘿地笑了2下。这鱼值钱吗，唐叔？看这鱼有30-40斤，能卖个2000多吧。不过嘎了的可就不值什么钱了。老唐刚说完话，这条青斑就嘎了，在抄网里面一动不动的。不是吧？这鱼怎么这块就挂了啊？出水就死啊？这里面可是有门道的，你以为钓鱼就直接把鱼拉出水面就可以了吗？他看了一眼青斑，又抬头看了一下老唐，问道：这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吗，唐叔？这种鱼属于底层鱼类，你鱼线收得太快，由于水面和水底的压力变化太快，鱼肚子里的内脏就被挤爆了。看来海钓还真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，直接把鱼钓起来就完事的事情了。是啊，所以任何事情不要光看表面，要注意观察里面的细节。虽然老唐到目前一条鱼都没上，但是混迹海钓这么多年，这些经验可不是吹的。那我明白了，下次我慢慢的把它拉出水面，给它一个缓冲的时间。这样活着的鱼带回去也能卖上价格不是？好了，你继续钓鱼了，你这下面鱼应该不少的。老唐说完就把木子的鱼拿到船后鱼舱了。老唐刚走出船舱，中鱼，木子这边又传来了中鱼切水的声音。这小子是天生圣体吗？这才没2分钟又中鱼了，这是直接把鱼儿丢到鱼嘴巴里面了吗？他这次并没有着急将鱼从海底拉起来，而是慢慢溜，让这个鱼逐步适应水压的变化，免得钓起来又挂了。
卖不上好价钱。你小子不错的，一点就通，就是这么溜的。没过一会，这条鱼被拉出了水面，木子用抄网抄了起来。又是一条石斑鱼，这次不会再挂了吧？这条也还可以，20多斤的样子。第一次出海就钓得这么好，比我这个老钓手都厉害。我这完全是属于新手光环，哪里能跟你这种大师比啊？纯凭运气来着。哈哈，年轻人真是谦虚，这条活鱼可以放在活鱼仓了。木子在谦虚的同时，也捧了一下老唐。老唐拿着鱼，又走向了船尾的船舱。重鱼，不过这条鱼应该不大，从手感来看，没什么太大的力道。小伙子，你这哪是新手光环啊，简直是钓神附体了都。老唐放完鱼，又来到木子旁边，刚好鱼被抄了起来。怎么一条比一条小啊？这条估计10来斤的样子。你小子不错，都起了3条了，我可是还鱼毛都没看到呢。就这样，老唐当起了鱼柱，来来回回的给木子当帮手，把鱼拿到船舱养着。钓不动了，我先休息一下了。唐叔现在看你表演了。好的，这鱼怎么也该有2条到我这边来了。但是就让人纳闷，饵料抛下去老半天了，什么反应也没有。不应该啊，这钓位的距离也不大啊，不会差别这么大吧？老唐也不信邪，继续接。半个小时过后，他彻底的放弃了。看来今天鱼运不佳啊，到现在搞了个空军。老唐也不钓了，索性就走到木子旁边坐了下来，两人又开始聊了起来。你那边还是没口吗？是啊，一动不动的，水下面完全没有生命迹象啊。你可不知道，我饵料里面是加了棒珠灵气的，周边的鱼闻着味肯定都游了过来了，哪能吃你的？于是便说道：估计鱼还没游过来吧？你小子今天第一次出海就搞了大几千块，我是有点厉害啊。要是天天都能钓这么多就好了。是啊，要不了几个月你就能买一艘自己的船了。哪里那么容易啊，还早得很。今天还是沾了唐叔你的光，我才能钓这些鱼。哈哈，小伙子会说话，要不这样吧，这几个月你就跟我出海钓鱼，免船费。这不太好吧，老是麻烦你。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在钓友群发渔获的时候，记得让大家知道你是跟我出海钓的就可以了。木子沉思了一下，想着这老小子真是有点头脑，不过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既不用自己找标点，还不用给出海的费用，倒是双赢，正好解决现在自己囊中羞涩的情况。老唐这边也有着自己的盘算，自己钓不到鱼，但是带的人钓到鱼了，这也是不错的。到时候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来包船出海的人肯定更多了，那钱不是就来了吗？木子又有疑虑了，人多了会不会影响他的操作？周围的鱼都被自己的饵料诱过来了，就自己上鱼，是不是显得有些突兀了？要不今天就钓到这里吧，唐叔，咱们回去把鱼卖了。木子想着先能见到收入，这比什么都有动力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既然今天运气不好，那就没必要一直在这里耗着了。回到了港口，鱼贩子倒是很多，都在吆喝在收鱼。经过讨价还价，木子也小卖了大8000多。今天收入还是可以的。那是的，你比很多经常出海的人钓的要好很多了。走吧，唐叔，我请你吃饭去。木子和老唐一边吃饭，一边还在交流今天的事情，看着哮天犬在一边流口水，还给哮天犬单点了一个烤鸡，以报今天的出手相助。算你小子有点良心，知道知恩图报。哟呵，今天要不是我，你都被鲨鱼给嘎了。知道了，赶紧吃你的吧，烤鸡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回到家里，大老龟可是等着急了。小子快活完回来了，看你俩吃的满嘴流油的，事办的怎么样了啊？地方找到了吗？你当我是神仙啊？刚去第一次就能找到啊？我看你小子就是不用心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是有数的。后面几个月都跟着老唐出钓，老唐出钓点，木子出鱼或照片给他宣传。后面船上基本上每次都是满员，不过都钓得不怎么样。只要木子一下竿，他们都只有干瞪眼，完全是没有口。只有在木子休息时，他们才能偶尔上几条鱼，给他们一个个整的都无语，但是又找不到原因。在经过日复一日的出海钓鱼后，木子终于攒够了买船的钱。他被自己的努力给感动哭了，多么励志的故事啊！此时的金鱼得知木子买了船，也亲自上门和他庆祝。几个月不见，怎么感觉你变帅了呢？什么叫变呢？是一直帅的好吧？木子心里想着，肯定是那个棒珠给自己带来的变化。不过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短短几个月你就有了自己的船，看来我真是有眼光，没选错人。走吧，咱们出去钓鱼去，顺便试试我这新船。由于自己没有标点，就把船开到了老唐经常带他钓鱼的地方。这里出鱼还算稳定。此时不远的地方
还有一条船，船上一男一女也在海钓。这个标点很少有人知道的，怎么会有人来这里呢？这人想了一下，大海也不是自己家的，就懒得说什么了。何况大家都离得很远，互不影响。看他们也像钓不到鱼的。一会就让我给他们表演一下。大哥的技术可是经年累月练出来的，在海钓界还是很有名气的。哈哈，低调低调。刚从探鱼器看到，咱们下面可是有一群大鱼呢。今天应该是一个满载的一天。唐家兄妹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，殊不知他们都想的有点多。他们对面那个家伙可是带了挂来的。你先坐着休息吧，看我表演给你看。这段时间跟唐叔可没少学呢。好的，我就等着给你抄鱼好了，当你的贴心鱼柱。木子按照常规操作，抛下了钓竿。中鱼，不过应该不大。好家伙，直接给对面船的惊讶到了。哥，那边中鱼了，看杆子的弯度，应该也不是条小鱼。不要急嘛，这应该是属于新手光环，哪里有人这么快中鱼的？木子抄起鱼，一旁的金鱼都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木子你好快啊！说清楚点，是我起鱼的速度快，下次别这样说了，免得让大家以为你在开车啊！口误口误。金鱼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赶紧补充道：哥，他们那边那条鱼应该是一个青斑，得有20多斤呢。你激动个啥？我们也才来1个小时的样子，下面鱼这么多，一会我们连干起来也肯定不少钓。唐人虽然嘴里这么说，不过心里现在也有点稍微忐忑。鱼儿，你把这条鱼放到活鱼仓吧，回去能卖个好价钱呢。金鱼拿着青斑走到了船尾，又中鱼。从力道来说，这条鱼比刚才那条大呢。这么快啊？啊，不对，是又起鱼了呢。我这还没把鱼放好呢。那你快放好了，过来吧。对面几人有点懵了，这什么情况？下竿就有。哥，这条鱼看起来比刚才那条大呢，不会又是青斑吧？金鱼抄起了那条鱼，还真是一条青斑，这条有30斤左右。钓了2条了，一共就算50斤吧，60块1斤，那也有3000块了。是啊是啊，都已经回本了，你太厉害了。这才只是一个开始呢，精彩的还在后面。木子心里想，有棒珠在身，饵料上又有灵气加持，什么鱼能经得住诱惑？又被这小子捡到了1条，真是鱼不开眼啊！你说这是为啥？我们都来了这么久了，肯定是碰巧吧，除非太能再中1条。话还没说完，木子这边又中鱼了，给唐人整迷糊了。这是出现幻觉了吗？这家伙不到20分钟干了3条了。然而事实就是木子确实是连发了3条青斑。这到底是什么剧情啊？啪啪打脸呢？你不是说咱们这下面大鱼成群吗？咋啥也没钓到呢？我哪里知道啊，我又不是鱼，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探鱼器坏了？实际上下面什么都没有，这到底是什么剧情啊？啪啪打脸呢？你不是说咱们这下面大鱼成群吗？咋啥也没钓到呢？我哪里知道啊，我又不是鱼，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个探鱼器坏了？实际上下面什么都没有。我看是极有可能，不然解释不通这个现象啊。这一下子给唐人整懵了，这可是自己的老调调，怎么让人给秒了啊？木哥哥你这么快啊，又上鱼了。好好说话，我是起鱼的速度快，好吧？这条又是30斤啊，便宜卖也得1800块啊。小点声，你没看到对面那条船的一直往这边看吗？估计心里也是有点不爽，别给惹毛了。赶紧当好鱼柱，把鱼拿去养着。木子甩了甩有点酸的胳膊，看来身体机能还要加强啊，才钓这么2条鱼就有点累了。木子坐了下来，打算休息一会。还是你好啊，哮天犬，一天吃了睡，睡了吃。你可别忘了，我还救过你的，别看我没事干，我可是在边上保护你呢。哟呵，我知道了，不用你提醒。这时金鱼也来到木子旁边，给了他一瓶水，还给他捶了捶腿。正在木子和金鱼聊天的时候，对面船的也中鱼了。终于轮到我了吧？看来哥的名气可不是吹的，还是小有实力的。唐人激动地收着鱼线，结果拉到旁边，瞬间就无语了。一条2斤的小鹦哥鱼，也还可以能卖80块呢。这么想，还不如不上鱼，感觉我们是来搞笑的。你这话说的，现在免空了，大鱼还在后面的，不要急嘛。木子看对面再起的那条鱼就想笑，这也太小了点吧？看哥表演给你看。于是他又拿起了鱼竿，休息的差不多了，我再多钓2条。木子说完，继续开始钓鱼。金鱼也拿了一根竿，在一边尝试着，看能不能自己也上一条。中鱼，从手感来看，这条鱼应该也就几斤，太小了点，
真是浪费我棒珠的灵气。木子想着，这应该是凑巧的吧，还是上了一条小鱼。看来这附近应该是没什么大鱼了，都连上几条小的了。你还好啊，我这边一点反应都没有呢。唐人那边都没有鱼口，别说金鱼这边了。钓鱼这个事，很多时候都是运气的。就在说话间，金鱼中鱼了。慢点溜，不着急的啊。我这条鱼没什么力道，应该是一条小鱼吧。没2分钟，金鱼把鱼拉出了水面，是一条鹰哥，2斤的样子。不错不错，80块到手了，赶紧拿到活鱼仓放着。丢给这条大黄吃吧，我看它巴巴的看了半天了。感谢小姐姐的海鱼，不过请叫我哮天犬。随后，木子也连续起了几条这种鱼，都是一边大小。怎么没有遇到大点的鱼啊？都是这种。这话要是被对面船的唐人知道了，估计要气懵。他们这边是完全没。木哥哥，我刚才放鱼的时候，看到探鱼器上显示，这附近有好几条大鱼正在靠拢，体型得有几百斤呢。几百斤的大鱼，我怎么感觉这像是鲨鱼呢？要是真遇到这货，那可就是费力又不讨好了。难道是大金枪鱼吗？还是说巨型石斑鱼？就在此时，对面船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。木子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是要下大本了。我就说哪里不对吗？原来是窝子整小了，这下都给补上。刚探鱼器显示似乎有大鱼来了，必须把窝料安排够了。本着钓鱼佬钓不到鱼也要把鱼喂饱的宗旨，一顿疯狂输出。这下妥了，我们就等待大鱼来吧。果然，付出是有收获的。很快，唐人的鱼线就被拉出去了数米，他赶紧抱着鱼竿溜鱼。我就说吧，只有打大窝才有收获。你看立竿见影了。发了，还得是我大哥啊，有谋有略的。从这力度来看，起码好几百斤的大鱼，莫非是遇到金枪鱼了吗？唐人已经在幻想了，嘴角不自觉的上翘。几百斤，那一条鱼不得好几万了，这一条就抵对面所有的渔获。快去开船，我们用脱掉的方式消耗掉它的力气，不然硬拔的话不科学。木子看着对面船的表演，也在发笑。从这鱼竿和鱼线呈现出来的状态，这水底下的货十有八九是一条大鲨鱼。这下他们是真的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跟水下巨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，这条鱼终于败下阵来。唐人见势赶紧收线，满怀期待地看着水面即将出现的大鱼，咬着牙又摇了几分钟的轮。一个黑影从水里出现，一条几百斤的鲨鱼。什么玩意？怎么是这个东西？差点没把唐人气得当场去世。我特么的辛辛苦苦干了1个小时，你就给我来个这个，宝宝心里苦啊！行了吧，赶紧剪线放生吧，不然要是嘎了，那我们就麻烦了。听了唐山的话，唐人心里虽然是很不爽，但是无奈只能照做了。随后，唐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了甲板上，整个人一副沮丧的表情。没关系的，大哥，机会有的是，总有咱们站起来的时候。唐山蹲在了唐人旁边，安慰着这个刚被暴击的大哥。一个常年混迹于海钓圈的男人被另外一个人秒，这换谁能受得了？你怎么还坐着呢？怎么了？反正现在下面都是鲨鱼，倒是给了我休息的时间了。这探鱼器可真是不科学，要是能分辨出是什么鱼的话，那就爽歪歪了。你倒是挺会想的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钓鱼就没什么惊喜了，相当于是看着鱼在钓。金鱼一想，这也是钓鱼除了重获鱼的激动，还有就是每一竿都不知道是什么鱼的惊喜。要不咱们回去算了，这些也能够回本了，还有点小赚的。但是刚才我看探鱼器上又有另外一群鱼游过来了。是吗？不过有可能又是鲨鱼吧？那几个货打了那么多鱼饵下去，不能吧？先钓一下试试总没什么关系，万一是大货呢？如果是鲨鱼，大不了就剪线喽。也没有太大的损失。木子低头想了3秒钟，好吧，就听你的，咱们试试看。随后，木子又抛出了带着棒珠气息的饵料，金鱼也在旁边抛下了鱼竿。突然，木子这边鱼线一紧，又中鱼了。中鱼了，不过从手感来说，没什么力道了。木子几下就摇轮把鱼溜了回来。咦，这是什么鱼？我还没钓到过呢。此时，金鱼也拿着抄网走了过来，顺手就抄起了水里的鱼儿。这应该是一条青干鱼，估计在15斤左右，40块1斤，大概600块了。哟呵，这你都知道啊，厉害啊！那是，我经常在电视上看一些美食节目，上面都有介绍的，而且我有时候去一些海边玩，肯定知道一些的。一条鱼600，10条鱼6000，下面一群鱼的话，那不就发了吗？是啊，而且零售的话，价格还要高一些呢，得50以上。木子一听，那还等什么？立马又抛了一竿下去了。木子一听，那还等什么？
立马又抛了一竿下去了。木子一条一条的起着鱼，金鱼则在一边给鱼放血。由于直接硬拉上来的，肯定是活不了的，必须要这么处理，不然鱼线一下窜出去了几十米。木子赶紧用脚抵住船舷。我去，上大货了。木哥哥，加油啊！不会是鲨鱼吧？这力道起码几百斤呢。你快开船，我们拖掉它。好的，马上启动。一个踉跄，金鱼差点摔倒。这条鱼拉着船，直接就开跑了。我的乖乖，这条鱼也太大了！串了大概1个小时，船来到了一个小岛旁边，突然不动了。咦，不会是脱钩了吧？木子赶紧收线，没想到空空如也的，真是点背啊！什么都没有看到就给跑了。特么的，什么情况？这几个货又跟来了。远处的唐人看着这边悠悠的说着，真是缺什么来什么啊！这个正愁没机会给老龟找岛呢。木子花了几分钟看了一下这个岛，感觉小了点，离岸也有点近了，应该会经常有人来，不是太科学。你在发什么呆呢？鱼都跑了。金鱼看着发呆的木子提醒道：我在想要不要在这里甩2竿，还从没在海岛上钓过鱼呢，不知道这地方能出什么好货。木哥哥，你看那边好像也有几个钓鱼的。木子往远处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原来是熟人啊，他们也来这里，难道也是被大鱼拉过来的？缘分啊！既然他们都在这里钓，那肯定能搞到好货的。木子随后也在旁边抛下了鱼竿。这几个人也真是，那么多地方，非得跟我们在一起，想想就气人。唐人也没了一开始的气势，显得有点郁闷。是啊，遇到这几个货，估计又要影响我们钓鱼了。本来唐人已经钓了几条白鲈鱼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木子上鱼了。这条鱼感觉不大，木子用了几分钟，顺利的溜出水了。金鱼则在旁边把鱼抄了起来。这鱼值钱吗？正常45一斤吧，好点的能卖个60、70的。哟呵，那也行啊，有搞头。一条鱼按照最低价格都是300呢。木子赶紧继续钓起来，金鱼就在旁边抄鱼。隔壁的俩人看得直无语，从木子他们来了以后就没起过鱼。走了吧哥，感觉他们就是克我们的，一来了我们啥也钓不着。也行吧，反正我们标点多。随后唐人开着船无奈的离开了。眼看天快黑了，木子也打算今天就钓到这里。我们回去了吧，今天也钓得差不多了，能卖些钱了。木子和金鱼便开着船赶回港口去。他们回到码头，把鱼卖给了上次那个收鱼的贩子。木子觉得也算打过一次交道，而且给的价格也还比较公道，一共卖了21968。木子乐得给的。走吧，累了一天了，咱们整伙食去。金鱼看了一下木子，也没说啥。他们又来到了上次和唐朗吃饭的地方。木子把钱分金鱼一半，毕竟他也是出了力的，不能显得抠搜了。哟，还有我的呢，感谢大爷的打赏。哈哈，客气啥？非说你不差这点，但是这是你应该拿的。汪汪汪！此时哮天犬也表示不满。老六，还有本人的呢。行了，知道了，马上给你安排一只烧鸡。吃完饭，木子回到了出租屋。你俩又滋润完回来了，说点好消息让我乐呵乐呵。木子看了看老龟，这还真没有，今天倒是遇到一个，不过确实不适合你，我怕放你上去以后2天你就得给别人加餐。说的好像你还挺在意我的一样。木子给老龟又加了一些剩下的海鱼。你说我对你多好，还给你带海货回来，跟着我有吃有喝的多好啊！小子跟你说了，养了成精的动物会让你倒霉的。木子挠了挠头说道：是啊，你好像之前给我说过来着，忙起来忘记了。你最好是抓紧点，不然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回到房间，他倒头就睡，一觉睡到了第3天的早上。睡得真是爽啊！钓鱼带来的酸痛感一点都没有了，感觉一口气能上6楼了。看来体内的棒珠修复能力是真的强啊！你个老六，睡了1天多，当然是恢复了。我跟老龟可是饿得够呛。什么？我睡了这么久吗？看来着实是累着了。木子起床，给老龟搞了一些吃的，也给自己和哮天犬找了些伙食，便又准备给金鱼打电话。拿起电话一看，几10个未接，都是金鱼的。喂，你给我打电话的啊？是啊，准备问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呢？结果一直没人接。哼，又跟哪个小姑娘忙活去了？哪里啊，就是太累了，没想到睡得这么死。木子想着约上金鱼继续钓鱼去，顺便还能给老龟找地方。走啊，继续钓鱼去啊！你还行吗？这话怎么说的？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？那你等我哦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在码头，他们遇到了唐朗。
他给金鱼他们介绍了一个出鱼还比较好的标点，他俩按照螳螂给的线路赶了去，一路都在东张西望的。木哥，你看啥呢？没事，我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海岛之类的。看了半天也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海岛，转眼就来到了螳螂推荐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看探鱼器上显示，这下面鱼不少呢。唐叔的话还是很靠谱的。于是木子将棒珠的灵力用意念注入到了鱼饵里面，总算不用吐口水了，每次都整得我口干舌燥的。这个方法还是在昨晚木子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请教的大老龟，不过也不知道大老龟说的话真的假的，先试试看吧。于是就先给金鱼挂了一个所谓注入灵力的饵料，没想到金鱼刚抛下去，没一会就中鱼了。中鱼了！哇哇哇！今天运气可真好啊！这给金鱼激动坏了，昨天没钓到2条，今天一来就上鱼，换谁都一样，乐得屁颠屁颠的。看来老龟说的话是真的，还真能通过意念将灵力传导到饵料上面。木哥，今天我可比你先上鱼哦。经过2分钟左右的拉扯，这条鱼顺利出水，一条2斤左右的海鱼，不错哦。这鱼我前段时间钓过，鲳鱼7、81斤呢。你看我厉害吧？100多块到手了。说话间，木子也起了一条差不多大小的。看样子下面应该是一群鲳鱼，咱们抓紧多钓点，以量取胜。说的是啊，这东西价格可观。不过要是钓到那种斗鲳就发了，1斤300多块呢。什么300多？什么300多？那1斤的鱼都顶这种几斤的了。给木子惊呆了，他都没听过这种鱼，这玩意简直是发家致富的好东西啊！我能连钓3天3夜。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咱们把下面这群鱼钓起来也能卖不少呢。就是，不能想太多了，要脚踏实地的干。于是金鱼和木子就加快了马力，连续拉了半个小时，木子大概钓了50条，金鱼25条的样子。半个小时这点量还是可以的，不过鲳鱼只有30条的样子。是啊，大部分是黑鲷和黄鲷了，不怎么值钱，也就40左右1斤了。也行吧，总比空军的好，有剩于无啊。这些鱼都被金鱼放血了，用冰块存储着。今天厉害啊，鱼儿钓这么多，比第一天好太多了。嘿嘿嘿，哪里呢？跟你比还差远了。不过你今天是饵料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吗？怎么昨天我自己弄的就钓不到鱼？什么也没加啊，钓鱼这个事本来就靠很大的运气。正在俩人闲聊的时候，鱼线一下子窜了出去2米，木子赶紧下蹲稳住杆子。我去，没想到还遇到个大的。水里面的鱼来回窜了几分钟，就缴械投降了。拉出水面一看，原来是一条12、3斤的金鲳鱼。哇哇，这金鲳鱼这么大啊！以前看到的都是2斤左右的卡拉米呢。不过就是价格不贵，40左右1斤。看来不值钱啊。不过好在重量在这里摆着的，这鱼能卖400多，还凑合。他想着，这东西要是能钓个10条8条的，也还是可以的，几大千呢。继续钓吧，说不定一会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出现。木子随后又抛下去了1斤，鱼竿撑的一下就被拉弯了。木子赶紧下蹲稳住鱼竿，但是突然的力道还是把他拉到了船舷边上。旁边的哮天犬看着木子差点被拉走，赶紧站了起来。老六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我还稳得住。此时一条鲨鱼跃出水面，直扑木子面门。我去，怎么又是鲨鱼啊？我还以为是遇到大祸了。咱们可能遇到鲨鱼群了，快剪线吧，木哥哥。木子立马剪断了鱼线，看着鲨鱼撒欢的跑了。木子一下瘫坐在甲板上。刚才好险，差一点就交代了。这鱼直接就照着我来的，这是准备给我结果了吗？金鱼走了过来问道：“木哥没事吧？刚才太危险了，下次别站那么出去了。”木子纳闷了，怎么哪里都能遇到这东西？想起来了，老龟说过，这棒珠散发出来的灵力对越大的东西吸引力越强。木子头上还冒着冷汗，光忙着挣钱，差点小命都送这里，亏大发了。木哥，你看我这是啥？金鱼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哑铃。你带这干啥呢？你别怕，他要是再跳上来嘚瑟，我就直接给他一滴音炮。我哪里怕啊，就是刚才地上有点滑，摔了一下而已。那你头上怎么这么多汗水啊？难道是虚吗？木子有点尴尬的看着金鱼，衣服穿的有点多了，热得出汗了。你这嘴比鸭子的还硬，有什么不好意思？这遇到这么大一条鲨鱼奔过来，换谁不心慌？丁鱼倒是挺会给木子找台阶的，男的嘛，都是好面子的。行了，我们歇一会吧，我看时间也快中午了，我们先补充点能量，再来收拾他们。金鱼摆出了昨天在家里就准备好的食物。哇哦，这些都是你做的吗？怎么样，我这算是上得了厅堂。
下得了厨房。那必须的，这以后可老享福了。木子吃完饭，看探鱼器上显示下面还是有不少大家伙，于是决定换到其他地方去。走吧，这里估计是一时半会钓不鸟了，下面都是鲨鱼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钓点。就这里吧，我看下面的鱼还不少。常规操作，木子和金鱼下竿就中鱼，不过没什么分量。这是什么鱼啊？20-30公分大小。巴浪鱼，俗称小广仔，都是一群一群的。这也太小了，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货。这你说对了，确实只值10来块钱。木子心里想，这完全是浪费他的灵力啊。不过以量制胜吧，多钓点总是好的。由于这种鱼太小了，木子就直接就给它飞上了，抡的手都冒火星子了。正准备飞下一条的时候，发现一皮，这鱼还不跟着来。咦，这还是一条有点分量的鱼呢。不过经过1-2分钟，也给搞起来了。这是什么鱼啊？一身都是红的。木子举着一条通体发红的7-8斤斤的鱼问道：“那真钓吧？这东西比金鲳鱼的价格贵点，也就50-60左右的样子。”哟呵，可以哦，这条也是400多块呢，爽歪歪啊！随后木子连续起了好几条，妥妥的收入了小几千块。木哥哥，你看那边是什么东西游过来了？正在木子钓的嗨皮的时候，听到了金鱼的喊声，木子回头望去，哎呦我去！我去那不鲨鱼吗？怎么又来了？真是钓不安宁。说着，木子就收起了鱼竿。这群大爷还是不惹为妙，费力还吃不到肉的东西。转眼间，那几条鲨鱼就来到了船边，晃悠了半个小时才舍得离开，估计是灵力的味道散得差不多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鲨鱼撵着咱们跑了好几海里了。是不是你叫金鱼的原因？他们是鲨鱼，想找你切磋一下武艺呢。真讨厌，你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啊，该去写小说的。木子嘿嘿地笑着金鱼，我开个玩笑啦，可能这几条鱼吃的有点多了，出来遛弯来着。要不今天就算了吧，附近有这东西在，钓着也不安心。也行，钓的也差不多了，回去卖了先。回到码头，还是把鱼卖给了那个收鱼的老头，只卖了12000多，比上次差不多少了一半。这次出海是收入不理想啊，整了这么点。是啊，不过还好没亏，出海的成本抛开还能赚点呢。哟喂，这不是穆大爷吗？今儿没少卖啊。木子回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全是季宇这个家伙，没想到他也混进海钓圈了。你们去哪里钓的啊？居然卖了这么多！你就上嘴皮一碰下嘴皮，就想要钓点啊？没门！你瞧你说的，当初可是我给你建议来海钓的，而且我还是你的大客户，你忘记了？木子想了想，也是有这么回事。你谁啊？我们的钓点可是费力找的，哪里这么容易就告诉别人呢？一起钓嘛，大海这么大，鱼又钓不完。季宇仔细看了一下金鱼，大姐，你这一身腱子肉哪里练的啊？有没兴趣以后跟我一起钓鱼呢？哟呵，你小子说话注意点，这可是我女朋友呢。啧啧，你小子最近撞什么大运了？突然他跪了下来，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我到底差哪里了？义父，你就带我去吧。别演了，没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眼见木子他们要走，想着钓点还没掏到手，于是季宇赶紧说道：“相遇即是缘分，走，我们搓一顿去。你们钓了一天也没吃好喝好吧？”季宇点了一桌子菜，简直不计成本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！来，兄弟搞起来，别客气啊！木子也不跟他客气，吭哧的吃了起来。怎么样，这些个菜味道还可以吧？木子低头一顿炫，也没顾及听他说什么，反正是的答应。既然都吃了我的饭，那带我钓鱼也应该没意见吧？这可是你说的。你大爷的，套路我啊！木子一脸的无语。大哥，你就带我飞一次吧，好歹咱们还是有交情的。你也是，这么有钱，随便包一条船出去就可以过瘾了啊！跟他们出去，鱼是能钓到，都是些卡拉米。我想嘚瑟两下都不好意思发出来。就是啊，兄弟，我们都出去好多趟了，每次都没搞到大货，整的都怀疑人生了。说话的人叫罗非，跟季宇玩的挺好的。这个吗？要带你们出去钓鱼，万一你们钓不到，那我们作为朋友，以后多尴尬啊！木子这么说也不是没道理的，只要他带着凌厉的饵料一出，这几个货肯定是钓不到的。没关系，你们都能钓到，我们要是钓不到，那只能说是我们钓技差了，也不会怪到你的。就是，也不让你白忙活的。旁边又一个人说话了，这个人叫王多鱼，是个富豪哥。其实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主要是我出钓也不规律，别到时候影响到你们。木子沉默了2秒钟，突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。这样吧，我认识一个钓鱼老厉害的人了，以前我都是跟他混的，你们可以跟他联系一下。也行嘛，谢了兄弟。
跟季宇他们分开以后，木子把挣的钱分了一半给金鱼就回家了，直接进了房间准备躺下，却听到了大老龟的叫声。铺盖仔，你小子现在回来路过都不打招呼了，快出来，我找你有事。木子只得耐心的蹲下，听他说什么。赶紧说吧，我还要睡觉哈。长夜漫漫无心睡眠，你说我们要不干点啥吧？长夜漫漫无心睡眠，你说我们要不干点啥吧？木子赶紧往后退了一步。你干啥？我可是兴趣爱好正常的人。我说的是谈点出海的事情。怎么又是这事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这几天都在找，没合适的啊。何况咱俩都同居这么久了，你就舍得离开我啊？你要找不到，带我去，我自己找啊，免得麻烦您老。在意吧，我先睡了。随后木子也不理老龟，直接就进屋睡觉了。由于连续几天都有近万的入账，木子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兴奋，一大早就约金鱼去钓鱼。今天我们争取再上一个台阶啊！希望别再遇到鲨鱼了。随后这两人在海上转悠了半天，找到了一个水深合适的暗礁区。木子掏出了今天买的新鲜鱼儿，然后开始注入灵力。金鱼看着发呆的木子说道：“木哥哥，你拿着鱼饵干啥呢？开钓啊！”稍等一下哈，马上就好。随后他们都抛下了杆子，等待大鱼的上钩。今天又是暴富的一天。但是现实似乎有些不一样。10分钟过去了，鱼线仍然纹丝不动的，显然是没有鱼来吃饵。咦，怎么没口了呢？鱼儿，你再去探鱼器上看看情况，难道下面的鱼群跑了吗？好的，我这就去。没一会，金鱼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下面有鱼啊，难道他们还没起床吗？难道鱼饵抛竿的时候掉了吗？我收起来看看。”木子摇抡起来，准备看下什么情况，没想到钩上居然有条几两的鱼。我这钩子这么大，你都吃进去了，这什么鱼啊？木子转头问向了金鱼：“这是19公，能卖100块1斤呢。”我去，这么值钱吗？那赶紧取下来，放到船舱里面存好了。说着，木子准备动手摘取19公。等等，这鱼背鳍上的刺带有毒线。木子赶紧把手收回来。这么严重啊？好险！被扎到的话容易感染，轻则痛一阵子，严重的可是要截肢的。还好你阻止了，不然我致富之路刚萌芽，岂不是就要歇菜了？下次要多注意了。随后，木子和金鱼你一条我一条的起着这种鱼，虽然体型小，但是单价高啊，给他们乐坏了。这时木子的鱼线一紧，他赶紧摇轮收线，又起了一条不认识的鱼。这是红鳍笛鲷，活的价格比较可观，能到80，冰的就是只有半价了。这价格也太可以了，发财了！海鱼确实值钱啊，想当年钓淡水鱼才10来块一斤。接着他们陆续的上了各种鱼，19公举手，其次是什么红鳍笛鲷、小真鲷之类的，总共钓了大概100来条。今天怕是要把鲷鱼的品种钓完了，基本上都是鲷鱼。是啊，感觉今天进了鲷鱼的窝子了，不过体型都比较小，拉着不太过瘾呢。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再钓钓吧。正在他们说话之际，木子的鱼线突然一紧，没想到收竿还来一条大点的鱼。为了保证能卖个好价，木子慢慢溜鱼，缓缓地拉出水面。一条橙白斑纹的鱼被木子抄了起来，这条鱼大概5斤的样子。今天是在暴击我的知识量吗？怎么又一个不认识的？哇呜，木哥哥你运气太好了点吧，这鱼活的能卖1000多一斤呢。哎呦我去！什么这么贵啊？太让我意外了，这啥鱼啊？这可是三刀鱼，号称鱼王呢。它又叫花尾鹰和花尾鹰翁。这鱼肉质鲜美嫩滑，鱼油甘香，口感那是相当的哇塞。你可别说了，再说我哈喇子都掉地上了。还是拿去卖了吧，这么大的野货我都没见过，能卖不少呢。木子一听到也是啊，这一条都得5000块呢，要自己吃那可下不去手啊，太奢侈了。行吧，那你赶紧拿到活鱼仓养着吧。好的，这事就交给我。随后木子继续下竿，希望能继续钓个10条8条这样的鱼，那今天不就可以早点收班回家了吗？哪里知道却出现让他意想不到的情况。10分钟过去了，鱼线没有传来任何信息。什么情况啊？怎么没鱼咬钩呢？这时金鱼端着准备好的菜出来了。没口就算了吧，都中午了，我们该吃饭了。木子才想起来，原来中午了啊，神仙难钓50鱼，索性就不钓了。好的，我这就来了。吃完饭后，木子来到了活鱼仓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没想到今天钓了这么多稀罕品种，让我大开眼界了。那条三刀鱼一直在翻腾，好像在说快把我放回去，不然我给你好看的。小鱼儿，你还挺有脾气的。不过现在你喂鱼肉，我喂刀俎，回去就给你找个好人家，高价卖了。
随后，木子走出船舱，准备继续钓鱼。哪里知道头上已经乌云密布，看样子是要下大雨了。这海上天气可是变化的真快，刚才不是还晴空万里的吗？看来今天是钓不了啊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不然一会大风大浪在海上是很危险的。说的是，我们赶紧撤吧。正在木子他们往回赶的路上，突然海面传来了熟悉的喊声：“木兄，快来救我啊！我们快受不了了！”木子他们靠近一看，原来是季宇这几个货，不过已经东倒西歪的瘫在了船上，一副被掏空的样子。你们几个这是咋回事啊？怎么这副表情呢？我去，不会晕船了吧？木子笑出了给声音。你们就这个身体素质，以后怎么海钓啊？海上有点风浪晃悠是很正常的。你说个锤子，这种小船也太他妈的晃了，有几个不晕菜的？兄弟，你是要回去吗？带上我们一起走吧，我觉得我们有点坚持不下去了。你们先走，我再坚持坚持。这个王多鱼真不是一般人，都这样了还要坚持钓鱼。随后木子把船靠了过去，接上了季宇和罗非。多鱼身体要紧啊，钓鱼的机会多的是，又不差这一天。我刚才跑的那条大的，感觉应该还在下面，必须要给它弄起来。这小子瘾是真大，我们不管他的，交给船老板他们自行安排了。我们先撤，实在受不了了。就是，肚子里面翻江倒海的。见劝不住这个王多鱼，大家就开船走了。他们的东西就先丢在老唐的船上，随后带回。你们今天钓的怎么样啊？搞到大鱼了吗？要不是早上搞了几条10来斤的石斑鱼，我早就走了。还不是王多鱼说没钓到，一直要坚持守一下，结果跑了一条大的，还不甘心。木子紧接着打听罗非钓的怎么样。你呢，罗非兄弟？我就钓了一条，算还说得过去吧，接近20斤。单尾最大，我的就要小很多了，最大的也才10斤左右。这几个小子明显都是在炫耀啊，这给他们的嘚瑟的。哟喂，厉害啊！我今天最大的才5斤，还是你们收获大啊！5斤是有点小，不过也正常。钓鱼很多时候靠的是运气。钓的是什么鱼啊？在哪里呢？带我俩去看看啊！都是些小鱼，没啥好看的呢，哪像你们都是钓的大鱼呢？正常嘛，谁能每次都钓到大鱼呢？反正现在也没啥事干。你几个想看我笑话是吧？一会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高级货。反正离到港还早，于是木子把他们带到了活鱼舱。这几个人看到活鱼舱的几个鱼，那表情简直是想笑又憋着的那种，着实让人不爽。今天收获看来确实不太好啊，都是些个这么小的鱼。钓鱼就是个运气的东西，哪里能天天暴富呢？我们也不就钓了几条10来斤的吗？这话让木子听着简直是嘚瑟到了极点。说的是，还得跟你们学习啊。没关系的哈，明天说不定就要搞到大货。突然罗非愣住了，这条成白斑纹的鱼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罗非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看着活鱼舱里面的鱼。什么鱼眼熟？不就是一条几斤的有点好看的小鱼吗？卧槽，这是3刀鱼啊！什么3刀鱼4刀鱼的，在我看来都是小鱼，看着也不怎么值钱的。季宇对海鱼不怎么熟悉，所以这种货他肯定是不认识的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鱼别看3、5斤的，那价值可不是一般的高。一听这话，季宇就不高兴了，毕竟今天来说他可是海冠，还能有我的那几条10来斤的石斑鱼值钱吗？这你就没见过世面了吧？这鱼1斤要1000多，而且还是有市无货的。卧槽，不是吧？这么值钱的吗？木兄厉害啊，被你搞了个高级货。嘿嘿嘿，低调，纯粹就是属于运气而已。罗非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气势，转而开始对木子殷勤起来。木兄弟，你这条鱼出吗？刚好可以拿到那个海鲜饭店去当镇店之宝。季宇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听这么高级的鱼，那用处可就多了去了，能创造出远高于这个价值的东西。卖我吧，哥哥，我这最近正愁送礼找不到东西呢，今天刚好被我遇到了。你那个镇店之宝晚点再搞也是可以的。这给罗非整有些无语，不过都是朋友，也就不计较了。你们2个商量好了，来吧，都是朋友，给谁都可以的。最后鱼还是给了季宇，顺便罗非也预定了，以后有好货要第一个时间通知他。2位老板，要不再看看我的冰仓吧，里面还有一些小鱼，你们长眼。我怕看了拔不出来，又想买了。木子领着他们来到了冰仓旁边，两人也是够着头看着。今天也没钓多少，总共就是活鱼仓加这些了。兄弟，你这还叫没钓多少啊？这怕是300斤都打不住呢。你也太低调了，这大海都成了你的批发市场了，进货来的。这回两人服气，这差距不是一星半点，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傲气了。
还是你牛啊！开始在那条船上，老唐说你厉害，我还有点不信，没想到完全超乎想象了。最后，这鱼在船上就被他们包圆了。3刀鱼按照1000的朋友价给了季宇算5000，其他的按照批发价51斤，估算400斤，给了2万，被罗非都收了。感谢老板照顾生意，合作愉快。回到码头，之前收鱼的老板看到木子回来了，连忙问今天有没有好货呢？结果得知已经被人预定了，就悻悻的走了。罗非让店里的人来这里把鱼都给抬走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们慢慢搬鱼了。好的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忙你的吧。木子正走着，突然被罗非叫住。木子，你回去方便吗？要不我开车送你吧。没事的，我骑车回去挺快的。谢谢罗老板。看着罗非的车，心里陷入了沉思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一辆100万豪车啊？真的有的人出生就是别人一生到不了的终点。怎么，想买车了吗？没有，我哪里买得起这个车啊？很快的，按照我们这个赚钱的速度，多几个这样固定的供货的，以后很多货都是独一份了。在计划什么呢，罗老板？没事，想着怎么做大做强呢。木子他们又在之前经常吃饭的地方点了20个炒饭，一顿胡吃海塞的。不例外，小跟班哮天犬也是安排了一个烧鸡。就在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一个人的吆喝声：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这条鱼可是100年难遇的，买到就是赚到。木子和金鱼闻声走了过去，看着人群中有个人正在唾沫星子横飞的在吹嘘在地上的一条巨物。好家伙，这条鱼可真是大啊，起码都有400斤了，得有3米长了吧？这种鱼可值钱了，一条都得好几万到几十万不等。哟呵，这个价格一听，给木子下巴都吓掉了。什么鱼这么贵？金枪鱼啊，出一次海能钓到1条这种鱼就稳赚。我去，要是我什么时候能钓到这么大一条鱼，就洋气了。这可有点难度了，这我们那条船估计拉不住，钓这种大鱼得用大船。哦，你说的那种船要多少钱啊？几百万吧，反正是一般人够呛了。买不起，我这实力简直想象都感觉是罪过了。金鱼看着木子的表情，心里倒是有些难过。我那里倒是有一些，需要的话可以先拿来用着。你看我像吃软饭的人吗？木子低头沉思了一下，要是把我那些金条卖了，应该就是够了的。不过那可是老底啊，这一下全弄出去，风险太大了，还是要稳着点来。不过买大船已经成了木子的目标，大家一路说说笑笑，各自回到了自己家里。第二天，木子又出海了，这次来到了一个新的标点。今天就木子一个人下去。金鱼在一边打下手，一个是这2天连续钓鱼有点累，另外一个自己也钓不到多少。然而木子却是精力旺盛，一个是有棒珠在身，另外一个人有了目标以后，整个人就显得格外的亢奋。中鱼了，没什么手感，是条小鱼呢。这小黄鱼也是不错的，活的51斤呢。木子一连上了好几条，都是这种鱼。这时候，相距不远的一个船上，几个钓鱼人正在愤愤地看着这边。这个小子怎么下竿就中鱼，而且连续上了好多条了，我们这里一口都没有。也许只是运气好吧，不就几条小鱼吗？这么大把年节了，稳重点，激动啥呢？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木子又起了一条鱼。这条鱼也不大，5斤的样子，不过好像又是一个新品种呢。这种全身红色斑点的鱼也是石斑鱼的一种，那估计也就普通的石斑鱼价格了，也就70、80左右1斤了。那可不是的哦，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这是赤点石斑鱼，也叫红斑和海红斑，号称4大鱼王之一。哟呵，1斤2000块左右。哎呦我去，这比那个3刀鱼还贵1倍，这么值钱的啊！产量低，物以稀为贵，俗称发财鱼，1条回本，10条致富。啧，来赶紧把这位大哥安排到活鱼汤。木子迫不及待的又抛下了鱼竿，想着狂拉几条这种鱼，今天可以站起来了。然而不远处的几个钓鱼佬心里那个不爽啊，一阵躁动不安的。这小子什么运气，居然钓到了一条发财鱼？走吧，我们也过去碰碰运气吧。这不好办，钓友之间还是和气一些的好。江湖路远，他日好相见的。天下钓友是一家，怕啥？这海又不是他家的，而且鱼这么多。行了，别墨迹了，我们赶紧过去搞上一条，那可就回本了。而且这玩意可以吹上2年了。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哈。人心啊，可以过得好，但是不能比我过得好。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，于是这几个人开着船靠了过去。然而木子这边也没有再上吃点石斑鱼了，都是上的一些小黄鱼。看来这鱼确实是稀有品种，要是我这灵力什么时候有针对性的钓这种鱼，那就好了。正在木子沉思的时候，对面的船已经靠了过来。你们干嘛呢？离这么近，
一会中了大鱼都不好溜鱼。这大海这么宽，还不够你们溜鱼的吗？这明显是看到我们中了发财鱼，想过来也发笔财吧。就是啊，太没素质了。没办法，钓鱼这个圈子，什么样的人都是有的。真恶心，我们换个地方钓吧，看着都倒胃口。木子点了点头，想着反正下面也没什么好货，索性惹不起躲得起吧。于是和金鱼开着船就离开了这个钓点。隔壁船的看到这俩人走了，高兴坏了。他们走了，该我们过去表演了。今天争取我们也搞点狠货起来。然后这几个人就把船开了过来，以为他们马上就要起奸货了，然而他们不知道，好像还在后面呢。这几个人还是挺识时务的，知道把位置让给我们这些老人家。别废话了，赶紧钓吧，看谁先上发财鱼呢。刚抛竿下去没1分钟，其中一个人就中鱼了。鱼口这么暴躁吗？这么快就起鱼了？卧槽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是一条小鲳鱼？别急嘛，大的还在后面呢，看我给你表演一下。随后这几个人都起的是小卡拉米。怎么都是这种几两的小鱼啊？连小黄鱼都没有。都一样，没一条上斤的鱼。难道下面的大点的鱼都被这小子钓完了吗？小的钓完了就是大的了，哈哈，坚持住啊！一个小时后，俩人彻底是没脾气了。这玩意除了放生，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啊！怪不得这俩人会走，原来是这下面压根就没什么像样的鱼了。还以为捡到宝了呢，没想到白欢喜一场。打点窝子下去吧，聚一下鱼，说不定就要好很多的。于是俩老头吭哧吭哧的往钓点下面打了几桶鱼饵，然后抛竿等着上心中的大货。这又是下了几百块的本了，不上点鱼简直对不起我们俩。然而确实没有辜负他们，鱼竿很快传来了动静。中鱼还是我略胜一筹，这条鱼起来绝对回本，还有的赚。那你可稳着点干啊！拉近一看，俩人瞬间压麦带了一条小鲨鱼崽子。卧槽，这下亏大发了，把鲨鱼招来了。于是只能无奈的剪掉了鱼线，不仅没回本，还折了一幅线。他们不知道是木子的饵料里面有灵力，对鲨鱼的吸引力也极大。不过鲨鱼还没来，他们就走了。这几个人刚好把鲨鱼给喂了过来。此时木子和金鱼也驾着船来到了另外一个标点，这也是老唐以前带他来过的。又遇到你们两个了啊！没想到又遇到了包老唐船出海的3人组，巧儿给巧开门，巧到家了。是有点巧啊，你们几个可恢复的真快，又出来嗨来了。本来是不想来的，王多鱼非得拉着我们俩一起。哟呵，好像是你给我打的电话问我要不要去钓鱼的吧？看着这俩人互相吐槽着对方，木子也表示无语。你们钓了多少了啊？今天运气不佳，都是一些几斤的小鱼，没有遇到石斑鱼啥的。行了，你们慢慢钓，我们到后面去，不影响你们了。打完招呼，木子就和金鱼来到了距离寄予他们挺远的地方下竿。下竿没到2分钟，木子又中鱼了，还是小鱼一条，有3斤左右的黑鲷，也行了，比没有鱼的好。就这样，木子东一条西一条的钓了几十条，不过都是些鲷鱼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鱼种。这小子又来进货啊！这没多久都干了几十条了，比我们几个加起来还多。不知道他还钓了一些什么鱼，要不要给他都收了？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，寄予他们那边一口都没有，给他们仨都整个怀疑人生了。这小子没来前我们还有2口，一来了我们就像丢在水缸里面一样。就是啊，连几两的小鱼都没有，说出来都气人。就是啊，连几两的小鱼都没有，说出来都气人。这就是级别，你看别人都能钓到，说的你好像钓到几个鱼一样。这几个人互相嘲笑着对方。这小子不会是在饵料上面加小药了吧？把我们的鱼都给抢过去了。这么大的水面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啥玩意下水都得被冲淡。罗非这么一说，给季宇整无语了，好像也是这个道理。然而季宇倒是猜对了，不过这种小药世间怕是独一份。突然季宇像是看到了什么似的，你看那小子用的什么鱼饵，怎么看起来像是沙蚕呢？什么叫像？那就是沙蚕，怪不得钓得这么好，原来是我们在饵料上出了问题。那还等啥？赶紧换啊！换锤子啊！我又没有这个东西。老板，你那里有沙蚕吗？给我们搞几斤来试试。我哪里有那个东西？而且海钓一般很少有人用这，带来也没人用，还浪费钱。你看别人那边用沙蚕起鱼起这么好，你这老板下次得备着啊！老唐心里想，就你一个小子，一天天的事多，钓不到鱼各种事，不过也不好发火。好的，几位大爷，以后你们包船，我给你们特别准备。就在这几个唧唧歪歪的时候，木子这边又有动静，只见鱼线一下子窜出去了几米，木子赶紧握紧鱼竿，上大鱼了喂！金鱼赶紧来到木子旁边，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。只见这条鱼在水里面窜来窜去的，木子也不急，慢慢的溜着鱼，
看着没，看着没，木子又中鱼了，这鱼看起还可以。季宇心里那个气啊，怎么就没带沙蚕呢？急得直拍大腿。几分钟后，木子抄起了这条鱼。这什么鱼啊？力气还挺大的，身子又长又细，牙齿还这么锋利，好像心里还有点不服气的样子。这是梭子鱼，也叫海狼鱼，不怎么值钱，大的能卖51斤，小的能卖10来块。你这条3斤左右，估计卖10块1斤。那才30块，这么便宜，没什么搞事啊？也不是啊，这种鱼是一群一群的，你要是连续上个几十条，那也是可观的。万一搞到一条大的，那不也是可以的吗？哎呦我去！这个给木子整无语，又是一个以量取胜的。那这就太事倍功半了。海鱼就是这样，一个重量一个价格。算了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这一群都是这样，掉下来手都得拉废了。随后，木子他们开着船就准备离开了。这么早就收了吗？看你们也没钓多久啊，厨都出来了，再钓一会吧。季宇假装挽留一下，实际上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哎，下面都是一些小狼鱼，没什么搞头，准备换一个地方试试看。好家伙，你都连发了，还嫌弃这嫌弃那的，还让人活吗？嘿嘿，哪有啊，也没钓几个呢。行了，你们慢慢钓，我们就先撤了。木子打完招呼，就跟金鱼寻找新的标点去了。你嫌弃我们可不嫌弃，老板走，我们开过去钓，总比现在没口的好。就是。滴滴滴！突然探鱼器响起了声音。我去，下面是有大鱼游过去了啊！看体型，怕是有米级了吧？不会是鲨鱼吧？应该不会吧，毕竟鲨鱼也不是那么好遇到的。那快，赶紧停下来，我们就在这里试试。那快，赶紧停下来，我们就在这里试试。船停好后，木子在船头赶紧抛了带有灵力的一竿。既然有枣子，那必须要打2竿。管它是不是鲨鱼呢？鱼饵刚下去没1分钟，木子的鱼线就被嗖的一下拉了出去好几米。中鱼了，这条不小啊。是啊，我这条也不小呢，应该是刚才看到的里级巨物了。木子转头看向金鱼，没想到他也中鱼了。经过几分钟的拉扯，木子这边水里面的鱼终于出水了。这又是一条什么鱼啊？这么大？马鲛鱼啊！你赶紧用钩子把它勾上来啊！勾上来？那不嘎了吗？这活的放在活鱼仓，岂不是卖的更贵？这鱼太长了，活鱼仓不好养啊。木子只得照做，把马鲛鱼提了上来。此时不远处也来了一艘艇，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之前的唐人和唐山。哥，对面中鱼了，好像是马鲛鱼呢。看见了，这不是之前遇到的那俩货吗？怎么又是他们？我们也赶紧下竿吧，说不定也能钓几条呢。然而这边木子和金鱼几乎没停过，一直在不停的中鱼，基本上都是米级的马鲛鱼。看来我们今天是碰到马鲛鱼群了，今天要发了啊！别啰嗦了，赶紧继续钓啊！木子随即又抛出了一竿，然而这竿还没到底就被拖跑了。这不像是马鲛鱼啊，这力气太小了点。他直接摇轮就把这条鱼给拉了出水面。这又是一条什么鱼啊？还是没见过。煎鱼便宜货，也就10来块1斤。还不一定卖得出去。木子直接就把它丢给了哮天犬。这条鱼给你开胃，这应该是凑巧遇到了，下面应该还有马鲛鱼的。于是他赶紧下竿，结果又被接口了。我这边也起了好几条了，看来咱们被煎鱼群包围了。那咋办啊？看来只能又换地方了。可能只有这样了，下面的马鲛鱼可能已经散了。木子想，可能已经被他们钓完了，毕竟自己的灵力饵料，这些鱼舍得走吗？我们也钓的差不多了。搞了10来条呢，这鱼打连发太爽了。是啊，没想到我也钓了2条，我们最大的一条得有60斤左右呢。刚才忘记问了，这个鱼值钱吗？光顾着看它的个头大了，20-30斤的，怎么都得卖个61斤吧？其他大的70到80还是随便卖的。这给木子惊讶到了，一条小的都能卖1000多呢，太爽了点吧？果然钓大鱼才是出路啊！走吧，也没其他好地方了，我们回去算了。金鱼开着船和木子往港口的方向去了。另外一边，唐人兄妹看到这俩人走了，赶紧把船开了过去，看能不能也拉2条。哥，他们走了，这下就看我们表演了，争取我们也一人钓个1-2条吧。好的呢。木子坐着船里想着这些鱼该怎么处理呢，于是拿起了电话给罗非打了去。喂，飞哥怎么样啊？钓了多少了啊？锤子都没搞到2个。你走了过后，我们去你的位置就钓了几个1斤左右的梭子鱼，这次出海亏大发了。那啥，你要鱼吗？肯定要啊，我这饭店需求量大，你就搞到好货了。我这里钓了10来条大马鲛鱼，大的大概60斤，小的20-30斤，
卧槽，你认真的吗？这分开没几个小时啊，你就搞了这么多硬货。木子心想，我这灵力傍身，想钓不到鱼都不行啊。行啊，那我们在码头等你哈。挂了电话，罗非也不想钓鱼了，反正他们几个货都没钓到，索性就催促那几个回去了。大马鲛鱼算71斤，一共500斤，卖了3万5，其他杂七杂八的鱼卖了2000的样子，被罗非包圆了。合作愉快啊，罗老板，哈哈，合作愉快。赤点石斑5斤，算2001斤，卖了1万，还被鲫鱼给拿走了。第二天，木子还在睡眼惺忪的时候，金鱼就打来电话了。还没起床呢，懒虫。这不还早吗？才6点，赶紧起床出发了。今天我们去上次那个岛，我想去放点虾龙。怎么还玩出新花样了？木子起床，开着船就来到了上次遇到唐人他们那个岛。行，就这里，我先把笼子布置好，我们再去钓鱼。放完笼子，他们就开着船往外走了一段距离。怎么转了一圈都没看到有什么大鱼的地方呢？哪里有那么多大鱼给你准备着呢？我看就找一个鱼多的地方凑合钓一下吧，总不能空着回去吧。说的也是啊，老规矩。木子往沙蚕里面注入灵力，然后信心满满的抛出去尾竿。金鱼今天选择看木子表演，躺在了哮天犬的位置上。鱼饵带着强烈的吸引力进入水里，被下面的一条鱼一口给闷了下去。纵鱼不过是一条小鱼，手感欠佳。1分钟左右，这条鱼就被木子强拉上来了。又一条不认识的鱼，这鱼是火车头，能卖50多一斤。这条鱼能值个200来块钱吧？还以为你睡着了呢。我把鱼拿到活鱼仓养着吧。金鱼还没走到船尾，木子这边又传来了纵鱼的声音。怎么又是一条小鱼啊？木子摇着轮几下就把这鱼拉起来了。这鱼也还可以，叫黄鸡，也叫3线鲫鱼，也能卖45一斤的呢。一条鱼取一个鸡的名字，真的是搞笑了。这鱼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，肉质鲜美。金鱼看着木子一直上鱼，索性自己也到船尾下了一竿。突然金鱼的鱼竿一沉，哈哈，我也中鱼了。这条鱼看样子还可以哟。那你稳着点啦，别太快拉出水了，免得给搞嘎了，卖不上好价格了。话虽然这样说，但是金鱼太激动了，几下就把鱼给拉了出水面。一条5斤的黄鸡，比你钓的都大呢。金鱼表现出一阵喜悦，大倒是比我的大，不过估计快活不成了。你这么快就给拉起来了？一激动忘记了，你赶紧给它放一下气吧。于是木子拿出工具，在黄鸡身上一阵操作，这下应该能多活一阵了吧？还好处理的及时，不然又得打折卖了。金鱼让木子把鱼拿到船舱养着，自己则继续钓着，俨然自己成了主角了。哈哈，又纵鱼，这条跟刚才那条的重量应该是差不多的。木子伸出脑袋看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大姐，低调低调，你再笑这么大声，别把其他人招来了。”感觉跟你钓鱼是真爽啊，好像每次都能钓得很过瘾。木子没说话，心里却想着：你当然过瘾了。这鱼儿可是耗费了本大爷很多灵力，不然能有这个效果吗？之后几个小时，俩人一直打着连发，总共起了几百条鱼。怎么样，钓得爽吗？太爽了！黄鸡我们钓了得有100条了，什么黑钓之类的也有50条，火车头怕是有80条。收获还是可以的，这次钓鱼成本应该是差不多起来了。今天我们就少钓一些时间吧，还要去收虾笼呢。木子想了一下，也是，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本钱是回来了的。那我们去捞虾笼吧。于是这俩人回到了之前放虾笼的位置。怎么没什么分量呢？木子一边拉一边说着。没一会，一个空笼子被拉了起来。照理说不应该啊，这笼子里面饵料呢？木子看着空空的笼子，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。看来应该是被小虾米吃了，然后又从网子里面跑球了。应该是的。算了，我们回去卖鱼吧，老板。这次他们回到了码头，没有把鱼卖给贩子，而是自己打算过卖鱼的瘾子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刚出水的黄鸡45了，买的多更便宜。没一会，摊子旁边就围了一堆人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他们的鱼基本就被扫干净了，还剩了几条小的鲷鱼，准备给老龟带回去。还是你厉害，吆喝几下就把鱼卖完了。知道我厉害就好，这次咱们卖了大概4万的样子。木子把钱分了一半给金鱼，便一起来到了饭馆，又是一顿胡吃海塞的。哮天犬在旁边一顿不满，这次出海居然没给他鱼吃。行了，别叫了，马上给你安排一只烧鸡。回到家里，木子给老龟安排了伙食。秃盖仔，就没点好消息带给我吗？这个真没有，在我这里有吃有喝的，哪里不好了？我麻烦你用点心可以吗？可别忘记了之前我跟你说过的话了。木子点了点头，走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准备敞开了睡上一天。好久没回来这么早了。第二天天亮，一个电话把木子给吵醒了。起床了吗？我爸看到我们昨天钓了那么多大马鲛鱼，今天也想去试试。我们这船有点小啊，
怕是施展不开吧？他心里想着，船上人多了，有些事情就不好操作了，毕竟人多眼杂的。他们说了，要包一条大船是搞大货呢，我没去提问。行吧，咱们见面了再说。打完电话，木子来到了渔具店，准备今天出海的东西。老板，老规矩，沙蚕给我来5盒。今天涨价了哦，1盒要加50呢。哎呦我去！你不是吧？这是抢人啊！贵了这么多。没办法啊，这几天经常有大户来一口气包圆，要不是我们是熟人，这几盒估计都是没有的。哪个挨刀的货，居然把沙蚕都炒这么高的价格了？木子完全没想到的是，就因为季宇他们看到他用沙蚕一阵上鱼后，就开始对周边所有渔具店下手了，基本上都被那几个货买空了。行吧，算你狠，把这些都给我装上了。随后几人来到了码头上碰面，没想到老麻雀也在。小木啊，有日子不见了啊，船都买上了。我就知道我女儿还是挺有眼光的。应该说我很有眼光，还不是我把木子介绍给他。木子也不好插嘴，就且听他们几个在那里说。行了，赶紧看去哪里钓吧，时间也不早了啊。今天我们去南游那边吧，那里据说可以搞金枪鱼啥的。咱们这条船怕是干不住啊，太小了点，而且续航也不够。你就放心吧，刚才路上我爸说了，已经联系唐朗大叔了，他那里有一条船可以满足要求，带我们出海。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妥妥的了。木子心里想着说，这种船出去一趟都要大几万呢，老金可真是有钱啊！一行人把准备工作做好后，都上了这条大船了。此时，木子的电话响了起来。喂，季宇啊，什么事呢？还能有啥事？肯定约你钓鱼啊！我昨天刚提了一条船，准备出去试试水，一起啊！给我开一个好光。开锤子！我忙着呢，马上出远海搞金枪鱼了。你可别开玩笑了，你那条小船，一个大浪就给你干翻了。而且那些地方鱼也大，船小了也不好操作吧？肯定租的一条大船啊，上面稳的一匹，完全不惧。卧槽，居然不叫我，太不讲义气了。木子也不想跟他哔哔哔的，打算结束废话。行了，你就且等着吧，带我带几条金枪鱼回来庆贺你的小船下水。木子真是连夸带损的把电话挂了。季宇转头看向了2个好基友。木子这小子居然出去钓金枪鱼了，还说给我带回来。那不好嘛，你都不用自己钓了，还有的吃。你他妈傻吗？别人给的有自己钓的吃着开心了吗？说吧，你又想打什么主意呢？我们也包条船出去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想想那种大鱼就刺激。刺激个锤子！远海大风大浪的，你怕是忘记了上次我们几个土的跟狗似的。就是，你别把自己的小命不当回事。你不是还差什么镇店之宝吗？季宇给这俩人一顿巴巴的忽悠，希望陪他一起出海搞巨物。木子这边经过1天多的航行，总算是到了目的地了。金长空和唐朗以及老麻雀在船尾，据说船尾是上鱼的黄金位置。走吧，我们去船头，船尾太多人了。木子就不信这个邪，有棒珠在，哪里都是黄金位置。大家都注意安全啊，这里大家伙可多了，别被拉下去打窝了。剩下的时间，大家各忙各的事情。显然打窝的人最多，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。窝子也打得差不多了，我们也开始钓吧。木子这次也比较低调，用风饵，没有用自己的独家秘制的沙蚕。上鱼了喂，各位大师，不好意思啊。众人被老麻雀的声音吸引了过去了。厉害啊，雪兄，这没多久你就上鱼了？哎，也不大，就6斤左右的小红鱼。木子赶紧问金鱼：“这鱼值钱吗？”也还好吧，它这个重量的能卖40到61斤，小的其实也不行，也就20来块。哦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木子想，老麻雀不愧是开钓场的，第一个先上鱼。稳住啊，老唐，你这条鱼不小呢。此时螳螂也上鱼了，有点分量，看样子有个几十斤的。经过几分钟的拉扯，一条石斑鱼出水了，50斤的样子，也不是太大。螳螂这话说出来，让几个目前还没钓到鱼的人一阵无语。奇怪了，我们今天怎么还没上鱼啊？你慌啥？这才多久时间？一会你等着狂拉吧。说的你好像能掐会算似的。你在抬杠，把你送工地台去。金鱼表示无语，也不搭理木子了。快，堂兄，准备家伙是帮我抄鱼了。螳螂除了负责开船之外，还负责帮忙船上的人钓鱼辅助，毕竟是收了钱的。这条张红玉还可以，有20多斤呢，能卖个70、81斤的。你赶紧帮忙放一下血，还酸吧？这事你放心，我来处理。木子听到这条鱼的情况，给惊讶到了。岂不是这一条鱼就得卖1000多了？这让我也淡定不下去了，必须得拿出实力来了。
木子掏出了早上买的沙蚕，为于防止被别人发现异常，还特地提前注入了灵力。木子赶紧给自己挂上了秘制饵料。你就挂一条，会不会少了一点啊？够了啊！我们不是打了这么多窝料吗？木子心里想，你是不当家，不知道柴米贵啊。我怎么就那么不幸呢？哼哼。木子考虑到要钓大货，如果只挂沙蚕，可能会被小鱼截胡了，所以把挂了沙蚕的钩子对进了螳螂准备的煎鱼的嘴里。你干嘛呢？怎么又挂沙蚕又挂鱼的啊？沙蚕太小了，怕小鱼给刀了。我们的目标是大货呢。饵料抛下去没到1分钟，鱼线就被拉了串出去，发出哒哒哒的出现声。你看看，还不信？我这不就中鱼了吗？看样子也不像大鱼啊，感觉都没什么力度呢。突然，水下的鱼儿像是受到惊讶似的，一下子把鱼竿拉了沉下去。谁告诉你不大的？我怎么感觉这鱼得有100来斤呢？力道太沉了。什么玩意？100斤巨物！金长空一听，这海的鸟比他钓的还大，免不了一阵惊讶。稳着点啊，别是一条鲨鱼啊！由于螳螂之前见过木子钓到过鲨鱼，不免好意的提醒一下他。木子一边收线一边放线，跟水下的巨物展开了搏斗。都半个小时了，还没见着鱼的力气变小呢。这条鱼还拉着鱼线在100米开外，完全是拉不回头。我今天就不信了，有棒珠在身，体力和力量怎么会是你一条鱼能想象的？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这条鱼总算是出水了。金鱼早就站在了旁边，准备给木子抄鱼。快抄鱼吧，你慢点啊，别给干嘎了，卖不上价格可就亏大了。这事我又不是第一次干，难道我心里没分寸吗？金鱼和木子一起把鱼抄了起来，众人纷纷围了过来，看着这条100斤巨物。卧槽，这条石斑鱼也太大了点吧？是啊，一条鱼8000呢。我这女婿可是真厉害。包租婆免不得一阵骄傲啊。堂叔，麻烦你帮我一起把这条鱼抬到后面船舱处理一下吧。螳螂他们把鱼安排进了船舱，金鱼这边看到木子挂了沙蚕，立马就上了大鱼，也拿起饵料挂了上去。我也试试看，他这秘制的饵料有什么神奇吗？果然是效果明显，下去就中。不错不错，这饵料是有点效果。木子这时候也放完鱼，走到了金鱼旁边。怎么样？我这饵料厉害吧？独家秘制的。经过10来分钟，一条石斑被拉了出水。这是什么品种的石斑啊？花里胡哨的。这叫云纹石斑，我也是第一次真实见到的。你赶紧去把鱼放鱼舱吧。随即木子又抛下了一竿，感觉饵料还没到底，就一下子被拖跑了，差点把木子拉了一个踉跄。这什么玩意？这么大的力气，差点给我拉跪了。金长空看到木子这边动静这么大，赶紧凑了过来。金鱼，你赶紧帮一下木子吧，别给他拉下去了。哦，好的，太傻了嘟。金鱼赶紧去抱着木子，以防被下面的鱼突然发力，来不及应对。好小子，不上鱼就算了，一上鱼都是这种大货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鱼还没有起来的迹象，不会是遇到金枪鱼了吧？金长空认真的看了一下，应该不是吧？搞了这么久，如果是金枪鱼的话，应该是也要起来了。又经过一段时间，一个黑影慢慢的从水里面显现出来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原来是一条大张红啊，这也太大了一点吧？老唐和木子合力用吊机给拉了起来。这鱼的有200斤了吧？木子累的坐在船板上说着：“妥妥的了，赶紧放学吧，不然卖不上价了。”这鱼这么大，应该很值钱的吧？这种特大号的，按照市场价的话，应该能卖个100左右一斤呢。哟呵，啥玩意？100块一斤，这也太科学了。木子听着金鱼说着，瞬间身上的疲惫消失了一半。要知道，一条鱼就是2万啊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这真是钓鱼佬的梦中圣地啊！不仅过瘾了，还能赚不少呢。怎么样，木子，这次跟我来没失望吧？那是，爽歪歪的。你这准女婿可真是厉害啊！这几个小时就搞了几万了。那是，你也不看是谁选的人。包租婆见有人夸自己的女婿，自然顺杆往上爬了，给木子整的倒是不好意思了。行了，我们也过去继续钓吧，说不定一会我也搞一条这种货上来。大家各自散去。怎么样，你还好吧？先休息一下吧，连着上了几条这种大货。还是要稍微缓一口气。反正还有的是时间。听我爸说，那些在这里钓的好的，来一趟都能搞几万斤鱼呢。木子一听几万斤，这还得鸟；子一听几万斤，这还得鸟。我就是有这心，怕是也没这个体力。肯定不是一个人钓的啊，别人都是一船人的渔获了，咱们能钓个几千斤，就算是很厉害了。木子想着也是啊，就算81斤的话，搞个几千斤，那也是10几万呢。那还休息锤子？我起来接着干起来。要跟地主决定渔获这话，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木子这钓位下面就藏着几条巨型的鱼，饵料刚一到位，就被其中一条给咬住了。又来了，好像还是一个大家伙呢。你可注意点安全啊！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呢。突然鱼线不动了，这给木子搞懵逼了。什么情况呢？居然不动了！他尝试摇了一下轮，线也收不回来。完犊子了，这是锚地球了啊！拉不动呢，可能被鱼拉到石头缝里面去了吧？实在不行就剪线吧。等等看，敌不动我不动。你俩在那里嘟哝啥呢？抱着鱼竿不动是打算给鱼竿号脉吗？好像鱼线被鱼拉到石头里面了。你俩歇着，船舱里面我做了一些吃的，让我来跟他耗着，反正我也没事干。于是包租婆接过了鱼竿，在那里一阵抽。木子和金鱼来到了船舱，经常空掉的那几条小鱼都让包租婆给下锅炖了，这是摆明了心疼女婿啊！真是有口福啊，这鱼汤看着就好喝。你看我妈对你多好啊，赶紧多吃点喝点吧，咱们一会出去好好再钓一阵。木子端起了碗，咔咔一顿炫，也不忘了给哮天犬整上一条。你胃口可是真好啊，都被你炫完了。没办法，消耗太大了。他心里想，肯定不能跟金鱼说，是因为体内棒珠的消耗量太大，不这样吃就哪里跟得上啊？吃好了吗？我们就出去看一下你妈妈的情况吧。俩人走到了包租婆边上，看着她吭哧吭哧的一阵摇着鱼轮。马上就好了，你们稍等我一下。只见一条大鱼飘在了水面上。哎呦我去！这给木子吓了一激灵。我这岳母也太生猛了吧！我就喝个汤的功夫，也没几分钟啊，他就把一条100多斤的大鱼直接给拔起来了。妈，你可真厉害啊！这可是大龙胆啊，得有150斤呢。螳螂把这条鱼给钓了上来。你们这是进了巨无窝子啊！连起来几条这种100斤大货了。最主要是这种100斤龙胆石斑太少见了。老唐拿着手机咔咔一顿拍，这种素材用来以后招揽生意。就问有几个钓鱼佬能扛得住？木子也拿出手机拍了几张，随手就发给季宇这货。麻烦唐叔赶紧帮忙处理一下，放船舱里面了。季宇看到木子发来的照片，瞬间就不淡定了。哟呵！卧槽，这条鱼不小啊，怕是有几十斤吧？你什么眼神？这条龙胆石斑150斤，跑不鸟了。我草，赶紧位置发来，我马上过来。发锤子，能接到你语音都算不错了。木子假装信号不好，就把语音给挂了。你们几个看看，我说了去吧，你们不信。季宇把图片给罗非和王多鱼看了一下，这鱼确实够大的，龙胆石斑啊！要是我钓到的话，吹上1年了。都怪你俩，不然这条鱼很有可能是被我钓起来的。你就吹吧你！转眼间就来到了晚上，中间陆陆续续的起了几条比较小的鱼。哇哇哇！你看那边是什么？突然，金鱼提醒了木子一下，他抬头看去，这啥鱼啊？好像还不是太大呢。是一条黄鳍金枪鱼。这也太小了吧，还没我们钓的石斑鱼大，也就几十斤的样子。你以为这里的鱼动不动都是上百斤的？其实几十斤的是最常见的，单价50到71斤，还是凑合的。听起来也不怎么样嘛。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，突然木子的鱼线动了一下。这又是一条什么鱼啊？木子没用几分钟就把这条鱼从海底拉了起来。哇哇，10磅！奇怪了，一条鱼起一个磅的名字。随后他把鱼丢在了一边，继续钓鱼。什么啊？你可别小看它，体型不大，但是价格能卖到1000多一斤呢。哎呦我去！他一听，乖，这么值钱，赶紧跑了过去，把鱼抓起来送到活鱼仓。鱼哥，我眼拙了，这就给你安排一个 VIP。你们俩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目前没什么反应，好像丢在水缸里面了。我这里好像有反应，刚才感觉线动了一下，应该是没吃稳。朗朗的线突然一紧，明显是有鱼吃上了。纵鱼，哈哈，终于等到你了。看样子也不大嘛。老金酸酸的说着，毕竟他这边也没上鱼。来了喂，老金，你看这张红怎么样？好像也不大，才20斤的样子。没想到居然真被螳螂给钓起来了，整得老金很是无语。唐大师厉害！要是能经常到这里钓鱼就爽了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一条这样的大船呢。别急嘛，慢慢来，这船18手的估计也就几百万吧。木子一听，整个人就不好了，什么叫才几百万？然而正在他思考的时候，人一下子被拉到了船头，他赶紧蹲下身体抵住船舷。哎呦喂，什么家伙给我来一个突然袭击？不过他这一叫把包租婆和金鱼都吓了一跳，正准备到他身边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。
然而金鱼也中鱼了。我还想着过来帮你呢，结果我也中鱼了，好像还不小。我这到底是帮谁啊？给我着急的。你帮鱼儿吧，这条鱼我来慢慢对付它。木子并没有着急收线，而是让鱼仙自己卸力。这一口气，鱼线就被拉出去了几百米。好家伙，这是个什么鱼啊？比前面几条感觉都大呢，不会是鲨鱼吧？说话间，鱼线又窜出去了几百米，眼看轮子里面的鱼线越来越少，木子瞬间感觉不妙了。这样下去不得给我清杯吗？木子瞬间感觉不妙了。这样下去不得给我清杯吗？我这条也不小呢，完全没有回头的趋势。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，这时候金鱼这边已经换上了包租婆了，她是一点都不怵，打算给他硬拔回来。不过鱼确实太大，没一点招。老金，你还在那边干嘛呢？钓不着鱼还不知道过来帮忙吗？这话直接给老金当头一棒，也没脾气反驳，屁颠屁颠的过来待命。你们这俩这鱼是有多大啊？这么几个人轮着溜。卧槽，这鱼怎么还没有卸力啊？我这手膀子都开始发酸了。眼见自己体力在急剧下降，木子向旁边的唐朗求助了。唐叔，有空吗？帮我溜2分钟啊！哈哈，好嘞，就等你这句话呢。今天还没过到溜鱼的瘾呢。我也来，我也来。唐朗接过了木子手中的鱼竿，开始继续溜鱼。老麻雀则在一边等着接力。感谢2位大佬，要不是你们在，这鱼估计难搞了。另外一边金长空也接过了包租婆手里的杆子，不过几分钟过后就不行了。你瞅瞅你，这才几分钟就下课了，真是没用。金长空就尴尬地看着包租婆，也不好发怒，毕竟他说的是事实。1个小时后，远处的海面出现了一道黑影，金鱼这边这条鱼终于溜翻了。好家伙，我这未来丈母娘和老婆可是真厉害，2人就把这鱼给弄起来了。包租婆往远处瞅了瞅，看这体型，怕是有几百斤吧，不知道是什么鱼。又经过几分钟的收线，这条鱼总算到了眼前。哇哇，黄鳍金枪鱼也，这起码得有300斤了。真大，比人怕是都要大。金长空连连附和着，没想到他女儿这么厉害，当然他老婆更厉害。这力气让他再一次感觉自己在包租婆面前就是一只小鸡崽子。木子听到金鱼那边的呼声，心里也是激动。照这个逻辑来说，我这条起步是更大了，毕竟我们3个男人拉了1个多小时了。老唐，快过来帮忙啊，看怎么能把这个大家伙搞到船上啊。好嘞，你们等我一下，马上用绳子套住它，吊上来。经过一番折腾，这条300多斤的金枪鱼终于是被吊机吊到了甲板上面。包租婆也累瘫了，坐在一边喘气。好家伙，这鱼应该值老钱了吧？少说能卖151斤吧，脂肪率高的话能卖234，一会就知道了。一条鱼那不就是4、5万了吗？老金，这不比租房子赚钱啊？金长空也赞同的点点头。就是，但是这种鱼偶尔钓钓还好，隔3差5的来一下的话，那不要老命了吗？就你没出息，咱们干不了。金鱼和木子不是可以吗？这投资感觉回报率很高啊。包租婆陷入了沉思，开始了自己的盘算。唐朗这边则是给鱼放学，不然可就只能卖个40、50块了。木子这边一听，一条鱼4、5万，那浑身跟打了鸡血一样。我的鱼儿啊，你快起来吧！木子和老麻雀2人轮番又溜了1个小时，还是没见到鱼。这特么是的，钓到了多大的鱼啊？不会真是鲨鱼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你之前钓到鲨鱼也没溜这么久啊。唐朗在一旁打趣道。不过谢天谢地，是一条大金枪鱼。卧槽，这也太大了点吧，500斤都挡不住了。还是木哥哥厉害，这鱼怕是都有3米了。一条鱼都要小10万了，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。老麻雀也不说了，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，继续钓鱼。还得感谢雀叔的帮忙啊。对了，唐叔剩下的事情就麻烦你了，把它吊起来处理一下。好嘞，这是包在我身上。唐朗并没有着急，而是拿着手机咔咔一顿拍，这以后做宣传可是有大用的。之后大家陆陆续续的起了一些小鱼，都不大，金枪鱼也起了一些，都是100、10来斤的。看来是没有大货了啊，都是这些个小鱼。悠悠，你还嫌弃上了？你这陆陆续续的都掉了几千斤了，已经很可以了啊。此时隔壁的老麻雀骂骂咧咧的说着啥，不来大鱼就算了，一来还来一条鲨鱼，特么的欺负我这个老实人是吧？原来老麻雀钓到了一条几十斤的鲨鱼崽子，看来是钓不成了，下面来鲨鱼了，只能休息一下了。反正也钓了不少了，恢复一下体力才是关键。于是木子和金鱼回到了船里面休息了，其他人还在坚持，毕竟相对于木子他们这几个人的收获可谓是惨淡，一觉睡到了天亮。
结果出来就看见远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条船。这群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可不眼熟吗？不是您那几个朋友吗？哈喽啊，我的木哥哥，我们来了。原来自从木子发了那张照片后，季宇就对其他俩人一阵忽悠，最后终于同意跟他一起来南游钓鱼了。你几个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？这简直不要太简单了！你忘记了什么叫超能力吗？还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？木子也没再继续说啥，挂上鱼儿继续丢到海里。不过起来的都是一些10几20几斤的海狼鱼。咱们都钓了几个小时了，也没上什么货啊。就是这次又被你坑了，船费算你的。不要慌嘛，等晚上才是鱼口好的时候。你没看木子那边也没上什么像样的鱼吗？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啊！我早就打听好了，昨天晚上木子他们钓了2条大尖枪鱼，一条300斤，一条500斤。哎呦我去！卧槽，这么大吗？那我必须给他收了。咱们都连续抽了1个小时的海狼鱼了，也没遇到特别大点的。也行啊，这陆续钓了有好几百斤的了呢。木子想了想，这也太浪费我的灵力饵料。算了，不钓了，也没遇到什么像样的鱼。我们也去吃点东西休息吧，反正也钓不到啥。唐朗一听，这个给他高兴坏了，终于不用再忙活着处理鱼了，自己可以去过钓鱼瘾。木子刚坐下喝了几碗石斑鱼汤，准备休息，电话就响起来了。喂，罗总，什么指示啊？听说你钓了2条大金枪啊，还有1条巨型龙胆石斑呢。这你们都知道啊？哈哈，你可别卖给别人了，我都收了，价格咱们兄弟好商量。挂了电话，木子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还是你小子会做生意，直接就在海上把鱼货都给订了。季宇看到这条船上的人都去休息了，赶紧招呼船老大放下了小船出去拖钓。这下就剩咱们了，抓紧搞点鱼啊，不然本都回不了呢。这几个货确实也没少钓，什么10来斤的马鲛鱼、张红下去就来，简直像进货一样的，把这几人的脸都快笑烂了。爽吧，跟着哥们混，一天吃9顿，哈哈，可算赶上一口热乎饭了。时间一晃就到了下午，木子他们也起来了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休息，再加上吃了一些东西，又有棒珠棒身，之前钓鱼的乏力感瞬间全部消失了。还有1个晚上了，今晚不知道能钓成什么样子。反正咱们是回本了，能钓多少算多少。螳螂也是没闲着，一下午搞了几10条大马鲛鱼，平均都是20斤一条，也算是收获不小的。我们赶紧下竿吧，看看下面现在都有些什么货。木子随即抛下去了一竿，约莫2分钟后，鱼线传来了动静。看样子是一条小鱼啊，没什么分量。咔咔咔一顿摇轮，很快就把鱼收了回来了。这条鱼尾巴还挺好看的，长尾冰雕，整体呈鲜红色，尾鳍就像鸟类的尾羽。你这是厂家210斤的样子。哟呵，意思是我这一条鱼又是2000块了哦。这话被刚从船舱走出来的金长空和老麻雀听到了。好家伙，又钓到1条值钱的货，这玩意一来就是一群的，咱们也赶快搞起来。意料之中，木子这边黄拉长尾冰雕、极品黄鸡、紫红笛雕、星点笛雕都是不便宜的鱼，然而金长空以及老麻雀他们似乎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，啥动静都没有。这啥玩意啊？我们这怎么没啥口啊？难道这么大一片海，还能像黑坑一样被打闭口吗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可是要过去过瘾了。金长空叭叭叭的跑到了木子旁边。小木啊，让我来钓2竿啊！我那边好像都没鱼，就看你这里在狂拉。木子想，我这饵料周边但凡有点鱼，都得给我诱过来，你还能钓到才怪了。行吧，那你来钓几竿试试。金长空拿着木子的鱼竿，咔咔一顿上鱼，上鱼就算了，每条鱼都要让金鱼给他拍照。转眼间都干了几10条了，金长空乐得给的。这老金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跟小孩子一样，钓到几条鱼，高兴成这样，脸都笑成菊花了。能不能像我一样稳重一点？包租婆毕竟是个业余的，钓的明显就少多了，就几条鱼。我看现在鱼口也慢下来了，你们也休息一下吧。今天把我1年的运动量都给干完了。包租婆坐在一边捶着自己发酸的手臂，悠悠地说着：“那我先去准备吃的了，反正长尾冰雕多，就吃它了。”吃饱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再大干一场。听说你们要吃长尾冰雕啊，给我们仨也来点啊！就是，我好歹算是你的 VIP 买家，不请我吃点说不过去吧？你们说啥呢？我这里信号不太好啊，不对，是风太大了。告辞了，我吃饭去了。告辞了，我吃饭去了。金鱼做了好几条鱼，长尾冰雕也很舍得的做了2条5斤的。啧，今天吃的有点奢侈，这一桌得几大千呢。行了，赶紧吃吧，只有吃饱了，才有力气钓更多的鱼。说的有道理，
别忘了给哮天犬也搞一条啊！哮天犬汪汪2下，表示谢谢这个老六。然后大家就开始一阵炫。等木子他们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季宇他们在狂拉，不过都是一些煎鱼，他们也不挑，反正比没口好吧。你看我这条煎鱼怎么样呢？起码是斤呢。季宇冲着木子喊道：“大爷，你小点声啊！你还是钓鱼佬吗？有2条鱼都给你吓跑了。”就是啊，你再这样，我俩就推你下去打窝子了。季宇尴尬的咳了2下，表示知道了。咱们也钓吧。你钓吧，我对这个东西没什么兴趣的，多钓点。今天晚上用来钓鱼，还可以带点回去给大老龟。木子回头看了一下金长空他们，这几个大爷也是吭哧的起着煎鱼。看样子这下面都是这种货啊！你别瞧不上，麻雀再小它也是有肉的。突然后甲板传来一阵嘈杂声音，稳住啊，不要慌啊，老麻雀！哇哇，这是一条黄鳍金枪鱼，力气好大啊，把我泄力都拉得呼呼的响。此时季宇那边又开始叫起来了，我这条也好大，特么的，拉着真过瘾啊！我的应该比你的这个还大，你俩离我远点，都快缠我的线。木子看着大家都在上金枪鱼，说明遇到了鱼群了。拉了几下，居然有点乏力了。你看你虚成什么样了，才几分钟就不行了。说的你好像不累一样。就在他俩互相杠的时候，王多鱼已经起了一条50斤的金枪鱼了。哟呵，好家伙，多鱼，你还有点厉害啊！这几分钟就让你给干起来了，这就叫实力好吧？快，我们也开始钓起来。木子也看不下去了，赶紧催促金鱼下竿。木子果断地抛下了一竿，正准备抽一下逗一下鱼，没想到嗖的一下，线就被拉出去了数米。上货，我去，这力道，怕是又是上百斤的货了。哇哇，发了，又能卖上万了。话还没说完，金鱼感受到鱼线被拉动，赶紧弓起鱼竿。我也中鱼了，木哥哥。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，老麻雀说话了：哈哈，我这条鱼怎么样？起码也有70斤了。你看我这条小吗？哟呵，你俩别避避了，赶紧钓吧，我都起了2条了。这话一出，给金长空和老麻雀整无语了。俩老爷们钓不过一个新手女的，不过主要是包租婆太强了，遇到这种70、80斤的鱼根本不惧，直接硬拔，惹不起。你妈妈真是厉害，这没多久就起了2条了。哈哈，那是我妈也有实力的。木子看着有点着急，大家都起鱼了，他们的鱼还在水里不肯出来。就在此时，传来了唐朗的声音。没想到这位兼职钓鱼的船老板居然都上鱼了。哈哈，各位老板，看看我这鱼怎么样？150斤都算小的了。此时季宇那边又开始叫起来了。王德发居然给我清杯了，早知道该买一个大点的轮子。上个2000米，我看你怎么给我拉。哈哈，恭喜，可喜可贺啊！你清高，你高傲，你不得了，你起了几个金枪鱼？给季宇气的不行，眼看罗非和王多鱼都上了好几条了，自己还是空军。赶紧换吧，下面还有不少呢，抓紧时间。眨眼时间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。小鱼儿，快起来吧，这么久也差不多了。此时大鱼已经被溜翻在水面了。唐叔，我这条鱼差不多了，帮我搞起来一下啊！螳螂走了过来一看，好家伙，又是这么大的鱼，厉害啊！木子一上就是这种大鱼，这鱼怕是有300斤了。运气好而已。我这女婿果然不是一般人啊，上来的都是这种大货。然而金鱼这边就没这么快了，毕竟木子是有棒珠在身，不管是力量、耐力都远高于他。怎么样了，鱼儿？你这条鱼还在反抗吗？是啊，好像力气还很足呢。可能比我这条300斤的还大吧。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传来了季宇的声音：“船老板，你稳着点来啊！我这条鱼可有200多斤呢，别给我干飞了。”知道了，我是专业的，别避避了。我是好意提醒你，毕竟我可是跑了好几条了。这条鱼起来，本大爷可就站起来了。你们上的那种几十斤的小虾米，简直看不上眼。罗非和王多鱼给了他一个白眼，顺便送了2个奥豁给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金枪鱼一个扫尾，直接把线切了。这个如同五雷轰顶，季宇都愣住了。雪花飘飘，雷风萧萧。他跑到了船边，朝着大鱼游走的方向崩溃地喊着：“我特么不活了，这都能跑？没事啊，兄弟节哀吧，实在不行我们俩一人送你1条。”就是，都是兄弟，鱼不是问题。这俩货还不忘往季宇身上补上脑刀，果然是好兄弟啊！你俩懂个锤子，我要的是自己钓的，你那些小卡拉米能跟我的比吗？另外一边木子已经亲自上场
换下金鱼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溜鱼，这条鱼也出水了。这条鱼也还行，200斤还是妥妥的。太好了，又是几万块了呢。我们休息2分钟吧，连续洗几条几百斤的，还是有点费体力的。哟，木兄弟不行啊，要不要我来帮忙啊？季宇这货没想到这么快就从悲痛的走了出来，拿着杆子继续在钓鱼。你个跑鱼小王子，还好意思这么说？木子不忘在季宇身上来撒上一点盐。季宇听着脸抽了一下，太小了，本大爷看不上。转眼夜已经深沉，季宇这边也上了好几条40-50斤的金枪鱼了。船老大，你可注意点，别把我的鱼跟他们的搞混了。你小子真是的，你那几条鱼送我，我都不要。哼！季宇厚着脸皮说：“没事，你送我，我还是勉强收下。”你个家伙，还净想美事，想屁吃呢！时间眼看就到中午了，木子他们在这段时间也没起什么太大的鱼，也是差不多都是70-80斤的。果然大鱼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这么老半天了，都没上几百斤的鱼了。大鱼肯定都是少数，哪里都是这种啊？要真都是几百斤的，那我们都得累瘫了。木子一想也是啊，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70-80斤的鱼都成小鱼了。不远处的季宇又叫了起来：“快看，那是什么东西游过来了？好大一群！你别哇哇叫行吗？吓我一跳！卧槽，鲨鱼群！特么的，刚开始起鱼，这玩意就来了，真是晦气。”木子赶紧收起鱼竿，他可不想跟这群货耗，每次都累得半死，还没什么意义。鱼儿赶紧起竿吧，别被这货给咬钩了。好的呢。这鱼属于保护的，一来又是一群，看来是钓不成了。那咋整啊？我还没过足瘾呢。说话间，那群鲨鱼就游了过来，平均长度都在10几米。好家伙，都是巨物啊！要是这是金枪鱼就发了。最后经过大家商量，决定打道回府算了，反正也没多少时间了。此时罗非发来语音问道：“兄弟，你鱼可别卖给别人了，我可预定了。你们船上要有其他人要卖的话，我也一并收了。你帮我问问啊。”好的，我一会帮你看他们卖不卖吧。怎么了，木子？有人要收我的鱼吗？我还正想着怎么处理这些鱼呢。木子给金长空和老麻雀他们说了关于罗非的情况，几个人都没意见卖给他。至于唐朗的鱼，他有自己的打算。回去的路上，金长空和包租婆一直在合计买大船的事情，金鱼也在旁边听着。这海钓有搞头啊，出来一趟都是10几20几个的。就是啊，不过还得要专业的船才可以的。就是啊，现在买一条这样的18手船都要大几百呢。包租婆和金长空听了以后，沉默了2分钟。咱们账上还有些，不如就给金鱼做嫁妆吧，反正这也算投资。你看木子一次都能搞几10个，这也要不了多久就回本了。金长空点点头，表示同意，毕竟他反对也没有用。这孩子是个老实人，听说每次出海钓的鱼卖了钱都给金鱼的。这是等我们回去了来处理。一行人之后也没怎么钓了，都在船舱里面休息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，船终于是回到了港口。船刚停稳，一个八大造型的男子就走了上来。你们都别动，这鱼都是我的。木子一听就不乐意了，这都不问他就直接说这话。我说卖你了吗？这一片我收鱼的价格最高。哟呵，我实在想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卖给我。问过我们酒店了吗？这一船货我们罗总早就定了，不论大小。他一听来人就是罗非提前安排在港口等待的人，没想到罗非效率是真高。这八嘎见木子这边吃瘪了，转向了金长空和老麻雀。你别看我俩，我们都是一起卖给他的了。苏嘎，你们走着瞧。苏嘎，你们走着瞧。八嘎放完狠话就带着人走了。此时罗非他们也来到了码头。不好意思啊，木兄来晚了一步。没事没事，不急的哈。怎么样，货称了吗？还没呢，老板，我们这就安排。黄鳍金枪鱼300斤以上的算310斤，150斤到300斤的算221斤，其他的几十斤的统一151斤。光木子2条300斤以上的黄鳍金枪鱼就卖了24万。我的乖乖，这2条鱼就卖了20大几万了。怎么样？你要有的话，我也这个价格收了。我要是钓到，得拉着到街上转上1周。经过计算，木子这边就这几条大鱼就卖了40万，七七八八算上其他的鱼，又是66万7860块的收入。金长空他们也有几万块的收入。行了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忙。好的，木兄，一会这里处理完，钱直接转到你们的卡里面。好的，都是兄弟，你办事我放心。木子随后和金鱼便离开了码头，不知道出去这几天大老龟还活着吗？
这时季宇追了上来，木哥哥，你可是说要送我一条金枪鱼，庆祝我的新船下水呢？忘记了啊？是吗？我有说过吗？哟呵！木子看到金枪鱼这么值钱，显然是不想给他了。你这样会没有朋友的。这样吧，金枪鱼我就不要了，什么长尾冰雕之类的鱼，我搞个几条没啥问题吧？木子想了想也行，反正不影响大头的收入，毕竟确实当时是说要给他鱼的。那你去拿吧，到时候叫罗非在里面扣出来就好了。真爱啊，兄弟，爱你哦！季宇赶紧跑过去抓鱼，以免木子反悔啥的。在外面钓了几天鱼，终于回到了家里。还是家里舒服啊。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啊？你是打算恶习我吗？不给我多预备点吃的？龟大爷，我的错。来吃点，我给你带的海货。木子丢了几十条煎鱼给大老龟，毕竟这玩意也不值什么钱。木子躺在床上，看着手机银行里面的数字，想着这要是多出去几趟，大钓船不就到手了吗？时间一转，又到第二天了。他们刚准备整伙时，季宇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木大师，昨天忘记跟你说了，今天庆祝我钓艇下水，摆了一桌，你赶紧到我的别野这边来啊！你小子再晚1分钟，我都开吃了。行吧，那我这就过去。哮天犬汪汪汪的叫了几下。老六，我也要去吃香的喝辣的。今天你就别去了，我一会就回来。说完也不理他，径直的走了。木子来到了季宇的别墅，桌上摆满了他们在南游钓的鱼。来，兄弟搞起来，别客气。你看这个土龙，我可是花了3000多块从一个老夫那里买的。哟呵！他说男人吃了绝对雄风万里。万里个锤子！看你在南游没钓2条鱼就虚成那样了，肝都拿不住，多吃点补补。哎呦我的妈！哈哈，就是，不识好人心啊！开炫吧！几个钓鱼佬咔咔一顿造，也不扯闲篇了。这几天没啥事，木子带着哮天犬到附近的3轮车店里面去搞一台3轮。随着钓鱼事业的发展，他这小电驴实在有点装不下了，花费了巨资1万块，给他肉疼了2个小时。回到家里，木子就合计着怎么把这老龟给安排出去了。毕竟他之前说过，人豢养成精的动物是要倒霉的，他可不想这事发生。走吧，龟大爷，今儿就带你去给你找一个风水宝地。小子开窍了啊！给我好等啊！我也要去。于是木子把老龟装在钓箱里面，提着就出门去往码头。哮天犬也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。先说好了，我负责开船，地方你自己慢慢看，要是选错了可别怪我。你只管当好你的司机，别哔的说话了。哟呵！行，你硬。木子带着一龟一狗在海上转了几个小时。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合适的啊？生产队的驴也没这么使唤的啊，都快1上午了。你着急啥？我不正在看吗？转了几圈，还是前面一个岛感觉不错，远离城市，没什么人来过。木子表示无语，这不就暗示他要开回去吗？得，这是要往回走了。他又吭哧的开着船回上一个岛，在岛上木子走在最前，后面跟着哮天犬和大老龟。仔细看了一下，这个岛还不错。那肯定不错啊，我选的地方能有差的吗？大老龟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说着。我说你俩就不能慢点吧？不知道等老年人吗？你之前不是跑得挺快的吗？现在走2步就不行了。转眼这几个货就来到了一处泉眼。大老龟不走了。哇，就这里了，这地方简直必有特佛，还有淡水，天然养生修行之处啊！木子看了看这个地势，确实不错，有淡水，静谧，搞得他都想住下来了。突然从泉眼的一处水潭里面发出咕咕咕的声音。不好，这里有其他的成精之物。我怎么没感觉到呢？好歹我也修行了些时日。你就看着吧，马上就出来了。这时，一个浑身疙瘩的动物从小水潭里面显现出来。哎呦我去！好家伙，这么一个癞蛤蟆，怕是得有10斤了吧？你才是癞蛤蟆，你全家都是。啊，也叫金蝉的好吧？嘿，这家伙脾气还挺大的。哟呵！你们这几个货来我的地方干什么？有什么图谋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你这地方我看上了，我劝你赶紧搬走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你这地方我看上了，我劝你赶紧搬走。你要不识时务，我也略懂一些拳脚。大老龟别看年纪大，火气可不比年轻人差，气势拿捏的相当的哇塞。不过他这一说，给癞蛤蟆整郁闷了。今天真是点背，遇到这几个，看来地方不保了。木子旋即也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，癞蛤蟆琢磨了一下，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。
你们想要这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行，你说说看，我们不一定会答应。我要这个人养我。这话一出，差点给木子下巴给惊掉了。我可不搞那啥啊呸！我没有动物恋的癖好。哟，这家伙居然能听懂动物说话。不对，这人身上居然有很强的灵力。蛤蟆也没有做多想，继续说道：“你想屁吃呢？我是让你供养我，当然也不会让你白付出，我还是会给你点好处的。”哟呵！木子打量了一下这个浑身是疙瘩的家伙，他还真不信他能有什么好东西。你说说看，能否打动我？你们几个跟我走吧，带你们见见世面。几个货嘿嘿嘿的跟着蛤蟆走了半个小时，来到了海边一个礁石边。你这家伙真是厉害，存个东西存这么远。今天的运动量都快赶上我这几百年的总量了。就这里了，这块石头下面，赶紧跑吧。怎么看，怎么像是在玩我呢？来，哮天犬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你4条腿跑得快。穆老六，你可真是会使唤人。木子就站在旁边，看着哮天犬吭哧吭哧的刨了2小时。什么味道？怎么下面越来越香了？你闪开，让我来看看情况。木子伸手在坑里面一顿捣鼓，突然掏出一个东西。这白色的什么玩意？看着像石头，不过怎么是香的呢？没见过世面吧？这叫龙涎香。赖德宝一脸不得了的样子。龙涎香，真是龙涎香啊！据木子听说，龙涎香可以活血、益精髓、通利血脉的。这龙涎香颜色越浅越值钱，这白色的简直是上乘极品了。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让我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你做啥白日梦呢？这玩意一克最低都要卖2、3千呢。他低头扒拉着手指，计算着这款龙涎香的价值。这一块怕是有15斤了。我的妈妈呀，那不是要卖1000多个吗？别野大船不都有了吗？木子转头对赖格宝说道：“行吧，我就勉强同意了。你以后跟我混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”人类啊，果然变脸比翻书的速度都快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大老龟，你就保重吧，别没事出来嘚瑟，免得被人抓住了，直接泡温泉了。说完，木子就转身走了。这个赖格宝一下子跳到了木子的肩膀上待着，吓我一跳。你是一点不客气啊！嘿嘿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就不跟你见外了。哟呵！看着木子他们远去，大老龟心里居然有点悲凉，悠悠的说着：“这小子一点都没有不舍得我，果然薄情啊！哎，见钱眼开的家伙。”木子回到出租屋，此时金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肩膀上面是什么啊？怪吓人的。是赖哥宝啊？赖你妹啊！我叫金财好吧？这可是我们家的财神大爷，你就叫他来财吧。财神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进屋，我慢慢跟你说吧。木子来到客厅，把赖格宝给安排好了，就带着金鱼来到了卧室里面。你跟着干嘛？快出去把我们的财神爷看好了。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哮天犬悻悻地走了，木子和金鱼坐在了床边。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石头怎么闻着这么香呢？龙涎香，听过吗？据说值老钱了。金鱼半信半疑的拿着手机在网上一顿查，突然他发出一声尖叫。网上说这东西好的能卖到1万左右一克，你这块看起来有15斤，那就是7000多万啊！网上有一部分吹的成分，虽说有价无市，算价值连城级别的宝物，但是在普通人手里不一定好卖呢。哇哇哇，站起来了！此时电话不是时机的响起来了。喂，穆大爷啊，在干嘛呢？明天约起来啊？约毛线，钱还没花完呢。卧槽，你这就膨胀了吗？木子没接话，季宇接着说道：“我的新船下水，你怎么都要带我去你的自留地搞一圈啊？不是前几天送了你这么多鱼吗？你这一天竟想美事了？哎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明天码头见面聊。”说完，季宇就把电话给挂掉了，默认木子答应了。卧槽，这小子是笃定我要去的吗？去吧，反正也回来2天了。第二天，木子来到了码头，看见季宇在那里奸笑，旁边螳螂也在。说吧，季大爷，有什么大事需要劳烦您老这么卖关子？你看我这船怎么样？哟呵，你又换船了啊？还是你成功？哈哈，去了一趟南游，见了一下世面，觉得还是只有大船才能配得上我的气质。木子很是无语，这小子一天天的装的，让人想上去给他2梭子。木子一副贱样走到季宇旁边，反正你也钓不到鱼，不如借我爽2天。哟呵。
到时候再送你几条鱼。哎呦我的妈！告辞，以后江湖不见。木子这话给季雨气得一口老血，差点没上来。那啥，不借也是可以的。帮我问下你的那个卖家，还有这样的船吗？兄弟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季雨问了一句，显得很惊讶。肯定的啊，不然能麻烦您老吗？还是你会赚啊？靠身体，啥都搞到手了，都开始搞几百个的船了。说着，往金鱼的身上看了看。大人的事情，你个小孩子懂啥？让你给问就问。哟呵，行，带我去钓鱼，这事我给你办了。于是几人就开着船出。木子想着近海也没什么大货，就开着自己的小船出发。唐朗就负责给季雨开船，顺便还可以钓鱼。他们来到了一处岛礁旁边。这就是你带我带来的自留地，看起来毛都没一匹。我有锤子自留地，好地方，你要问堂叔啊，傻货！卧槽，你说的是啊？心里尽是你了，忘记这茬儿了。几人摆开阵势，开始钓鱼。金鱼就躺在旁边吹海风。木子饵料刚丢下去就中鱼了。喜鱼，黑鲷1条，3斤。不是吧，这么快？你赶紧离我远点，免得给我弄闭口了。上次吃了你的大亏，差点忘记了。卧槽，大海这么大，我能钓得完吗？何况你们是俩人的好吧？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，这几个人都没上什么像样的货。又是一条小红衫，半斤的样子。我也上了好几条几两的小真鲷。这些家伙也太小了吧，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货。这你说对了，在码头这玩意，估计就是白菜价，也就15块钱1斤的样子，摆摊能卖35。说话间，木子又上鱼了。他大爷的，我又上了一条，看来这是捅了红山老窝了，都扯了几十条了。还是你的鱼口好啊。这离得也不远啊，为啥啊？我怎么就净钓一些白蜡鱼啊？这个给季雨整无语了。由于木子和唐朗挨着很近，俩人时不时的交流着。上次没少挣啊，木子60、70个呢。什么时候又约着继续去搞南游的大金枪鱼啊？想是想去，不过还是喜欢自己一条船自由自在的，安静一些，想钓多久钓多久。那就搞一条我上次开的那种啊，又大又稳的。那条有点贵啊，怕是1000多个啊，把我卖了，怕是都不够的。木子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是心里面还是知道，买它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没事啊，我这里还有点的呢。此时季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唐朗边上。也别想了，就搞我这条船，500万的样子，妥妥的。谁能跟你比啊？你个富二代，我得好好合计一下了。那你慢慢合计，要不你跟我混，也不收你费用，钓的鱼你3我7。哟呵！木子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。行了，这里估计没啥好货，我们交换个地方试试吧。唐朗就开着船在前面走着，木子紧随其后。好家伙，还想趁你的钓点，你倒是让我去找钓点，可真狗啊！你那船的探鱼器能探800、900米的，岂是我这种小船能比你的？你这马屁拍的我爱听，唐叔使劲开，别给我省油。几人转了半个小时，突然季雨的船停了下来。怎么回事？没油了吗？探鱼器显示这附近有大家伙啊！那还等什么呢？抄家伙干啊！季雨也不犹豫，咔咔一顿打窝。哟呵！你小子真是猴急，看我后发先至！你小子真是猴急，看我后发先至！木子也是一顿窝子下去，海里面不打点窝子，还真不是太好。诱鱼过来，开搞开搞！木子换了大钩子，挂上沙蚕就丢了下去。你先钓着，起了大鱼我再来，嘿嘿嘿。这线明显还在下沉过程中，突然被嗖的一下给拉飞了。上货上货，各位看官。哟呵，看样子还不小的呢，怕是有100来斤的呢。当个人行吗？我这里才刚把杆子支棱起来。这就叫级别的好吧，一般人学不到的。你还是真有一手啊，下去就整到大货了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这条鱼我看上了，给你2万，让给我。木子一看季宇这个富二代也是不走寻常路，不过转念一想，2万的话，那不就200一斤吧，相当划算了。这个嘛，其实钱不钱的无所谓。不过我这条鱼确实有点大，我还想着自己爽爽呢。说着装出鱼又发力的样子，给季宇整的心里像猫抓似的，明显是想给他来点心理刺激。你赢了，这样再加2000，不能再多了。说完，季宇就赚了2万2给了木子，转眼鱼竿就到了季宇的手里面。嗨，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
我去。好大，快给我把视频录起来，我要开始说台词了。你这家伙原来是在这里等着的，行吧？谁叫我收了你的钱呢？木子拿出手机给季宇录着视频。这条鱼力度怎么这么大啊？完全没有回头的趋势，给我的感觉起码有200斤了。木子心里想：好家伙，你是真能吹，我都只说100斤，你转手就上200斤了。他也假装配合季宇，你稳着点啊，别被拉下去了。稳住稳住啊！看着季宇好几次要被鱼拉下去，给木子和金鱼都整得差点相信这是真的了。你个家伙可是真会演！卧槽，1000米的线感觉要被清杯了。经过季宇1个小时的表演，这条鱼终于出水了。木子则在一边拍着视频，手膀子都酸了，这比自己钓鱼都累。在唐朗的帮助下，这条鱼被顺利的拖上了甲板。你们看这条鱼好大！这条鱼看起来有接近1.78米呢，鱼身颜色和大黄鱼之类的差不多，但是肚子上些红色，尾柄巴上也有几个黑斑点。是红骨鱼，也叫黑斑红鲈。也还好，咱们应该没亏啥的。那肯定的了，这鱼也就15块1斤。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，今天哥们站起来了，这鱼100斤跑不了了。哈哈哈，这货还笑得出来，他这次亏大发了，血亏2万多。季宇拿着手机咔咔咔的一顿拍，钓了这么大一条鱼，不赶紧回去装一下，实在对不起我2万多块呢。然后吩咐唐朗开船，打道回府了。走啊，木子回去了，反正也钓不到啥了。你可真是狗啊，自己干到大货就叫回去了。虽然木子心里这么想，但是也不好说什么。行吧，咱们回去了。一行人回到了码头，不过此时季宇有点犯愁了，这鱼怎么才能达到装叉最大化呢？他一脸奸相的看向了木子。你看我们干嘛？钱货两清，可不带后悔的。我想说的是，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3轮借我半个小时，我把这条鱼送回家去。你送了我送什么？我这些鱼还等着卖呢。这不现成的鱼贩子吗？效率高，结算快的，多省心啊！木子想着，这货不知道又在打什么主意。要借也不是不行哈，给点押金，省得你小子又给我黑了。至于嘛，咱们都多熟了。于是，在木子极不情愿的情况下，这小子骑着3轮就跑了。明天我再还你3轮，我先去分享我的鱼货去了。又被你小子算计了，看样子没一天，这货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的。车被他借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还能咋办？先把鱼卖了，然后腿回去了。季宇开着3轮，慢慢悠悠的带着这条鱼游街示众。在路上，逢人就说：“看着没，红骨鱼王100多斤，我才钓的，2个小时才拉起来。”他也不管别人的死活，反正像复读机一样循环说着，嘴脸都笑烂了。木子坐在出租屋的客厅里，看着这社交平台推送的季宇开着3轮溜鱼的照片。这小子真是装的有一手啊，比当初经长空还能装，硬是开着车转了几百公里。你能小声点吗？当心我告诉我爸了。哈哈，口误口误，钓鱼老钓到大鱼就迷路，是钓鱼界不解之谜之一。想起一件事，我爸说什么时候约着再去南游钓大金枪鱼啊？先等几天的，我问朋友看他那边有没有合适的船，到时候我们自己搞一艘，想钓多久就多久，怎么弄都方便。你说的也是啊，不过钱也要不少的。是啊，到时候还得看你大力支持啊。那肯定的啊，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第2天仍然没见到3轮的影子，索性木子也不等了，直接就到码头，打算出去搞一圈。木子这么巧啊，又碰到你了。堂叔，这是今天又要出海吗？对啊，今天有个大老板要包船钓石斑鱼，要不一起去啊？你应该也是要出海的吧？木子倒是想了，他自己毕竟出海的次数屈指可数，钓点更是少得可怜，要是能蹭上的话，那是挺科学的。这不太好吧？又要蹭堂叔的钓点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说那些。其实唐朗也有自己的打算，他知道木子钓鱼厉害，如果这个老板实在钓不到的话，还有他能帮忙。2艘船一前一后的来到了一处暗礁，木子则选择了离他们远一些，毕竟他的饵料一出，没几个人能上鱼，不能蹭了别人的钓点，还让别人做不成生意吧。探鱼器显示，这下面鱼可是真不少啊！堂叔的好标点是真多。
你说石斑能跳起来咬人的地方就是这里啊！给你把屋子安排上，你赶紧做一下准备，一会下单了。木子则将灵力注入到了沙蚕里面，抛下了信心满满的一字。暗礁下的石斑倒是对这窝子里面的虾没什么太大的反应。不过，随着木子抛下带着棒珠气息的饵料下来，这下面的货彻底不淡定，嗖的一下来了一群重鱼，不过力道一般，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鱼。远处的钓鱼老板看到这边上鱼了，连忙问老唐：“对面那小兄弟谁呀？上鱼速度挺快的呢。”你说那小子啊，别看他年前上次在南游钓鱼，一个人的金枪鱼渔获超过我们一船的人。哟呵！我操，这么厉害的吗？这老板听着心里痒痒的。下次你们再出去，记得给我电话啊，我预定一个位置。转眼木子这边的鱼已经出水了，还不错，这条石斑鱼有个15斤的样子。突然，这位老板的鱼线也一紧，重鱼，个头应该还不错，哈哈。没想到自己下竿也没一会一样的上鱼了，心里那个爽啊！是一条红斑鱼，厉害厉害，得有5斤了吧？还是一条值钱货呢？那可不，一条鱼就1万块左右呢。唐朗赶紧给这鱼放弃，这老板拉鱼的速度太快了，不处理的话，几下就嘎了。又中鱼了，不过这个力道好像不是石斑鱼呢。没一会，一条10斤的海狼鱼被钓了起来。完球了，这土匪好像是一群一群的来，这下有得玩了。唐朗他们这边也是遇到了这个鱼，两人几乎同时中鱼。木子狂拔了1个小时后，钓了大概50条海狼鱼，大的20斤，小的几斤。钓了这么多，这下面应该没有了吧？老板那边也弓着杆子，贱嗖嗖的往外出。怎么样？这条鱼都搞了几分钟了，没有上来的趋势吗？对呀，应该是小不了，拉着老陈了。突然线不动了，老板使劲拉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咦，怎么不动了啊？不会是挂底了吧？这下面可都是些礁石。我还就不信了。他又使劲扯了几下，除了杆子发出来的破风声音，没有任何其他。要不你来试试，毕竟你海钓经验足。于是唐朗抱着鱼竿吭哧吭哧的扯了2分钟，然后彻底的放弃了。他本来想说你这怕是只有剪线了，但是这主意他可不敢出。你这怕是只有剪线了，但是这主意他可不敢出。哎，算球了，剪线，反正里面的鱼多，也不差这一条了。之后老板这边就起了一些小黄鸡、小青斑、红友、大鲍鱼这些，钓了怕是有几10斤了。木子这边呢，把海狼鱼钓的差不多了，下底基本上都是青石斑鱼。这条鱼应该有几10斤了吧？都连扯了几百斤、几斤、10几斤的小青斑了。木子回头看着自己放在保温箱里面的部分石斑鱼，悠悠的说着：“你看那个小兄弟上的鱼应该不小呢。”也还好，估计有个几10斤吧。青斑哥，快起来吧，你是跑不掉的。经过几次的拉扯，这条鱼逐渐的浮出水面来了。哈哈，50斤应该是没问题的。4000到手，一条鱼回本。老板在远处看着木子这条大石斑鱼，心里很是郁闷。老唐啊，你说我那条大鱼有没有可能还在下面呢？毕竟这是他的家。唐朗看着这个老板，心里想，果然钓鱼佬都一样，永远会念着跑的那条鱼。还好不是我让你剪线的，不然这个锅我可背不动啊。正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，木子这边又攻上了。爽啊，打连发大青斑了，这样下去这趟又要干到20万了。看来那个赖哥宝还真是有招财效果啊。这老板看着木子咔咔的上着大鱼，心里是奇痒难耐的。老唐啊，咱们商量个事。你不是跟那个兄弟说吗？让他帮我钓一下。老唐看着他，心里想着，还有这种操作方式吗？这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木子这边这几竿连着上的都是20多斤的青斑，后面箱子又堆了一摞了，不过都是装的小的，大的都放活鱼仓了。虽然你只是20多斤的小青斑，但是我也不嫌弃，多多的来吧。木子甩了甩有点发酸的胳膊，此时无线电响起。木子，看你钓了不少啊，今天是又怕是不少赚呢。还好，就几10条海浪鱼和几10条青斑鱼，托唐叔的福了。有没有兴趣过来搞一下剧务啊？就是刚才我船上这位老板跑的。这不太好吧？毕竟是他钓过的鱼。就是帮他钓一下，他那条鱼好像还躲在下面礁石里面的。这怕是有点难度啊，我也没办法叫他出来啊。木子犹豫了着，唐朗那边也不好催促。老板看出了双方的尴尬，你告诉他不白帮忙。钓起来1万，钓不起来1000，如何？木子清楚地听着对讲机传来的声音，
怎么样，穆老弟，你都听到了吧？那行吧。他想，既然别人都这么爽快了，自己也不能做一个小气的人，说不定以后还有什么交集的呢。木子把船靠了过去，询问道：“你们钓了多少了啊？”也还好啦，不过没你钓的多，看你一直在狂了。说着，螳螂指了指那个老板跑鱼的位置，就是那里了。我们怀疑那条大家伙就在下面的。老板没说话。木子想了想，这下面全是礁石，中了鱼必须要第一时间全力拉出海床才可以的。螳螂看着木子没说话，又问道：“木兄弟，怎么样呀？你觉得有把握吗？”这难说了，我先试试看。木子把沙蚕挂在钩子上，对进了小海狼鱼的嘴里，然后抛竿入水。在饵料下沉过程中，由于灵力的作用，各种小鱼都游了过来。在礁石上层的一条石斑鱼看着这诱人的饵料，上去就是一口给翻了。上货，这个应该不大，力道一般。穆老弟确实有一套啊，厉害厉害，估计也就20-30斤的样子吧。经过一阵的拉扯，这条鱼被木子拉了出水。还不错哦，一条30斤的青斑，能卖个3000左右的样子。嘿嘿，也还好了。鱼处理好了，木子没多想，继续抛竿下水。毕竟这不是目标对象，答应那个老板的事情还是先搞定了来。然而那条巨型石斑鱼被之前的鱼钩挂了后，防范心很强的躲着，哪里料到这个饵料实在太诱人了，他嗖的一下从礁石里面窜了出来，直奔木子抛下的鱼饵。岸上的3人看着木子鱼竿上的鱼线一紧，来了喂，应该就是他了。劲儿还挺大的，差点直接就把杆子给我拖走了。木子锁死了鱼轮，硬拔住这条大鱼，还好是在水里，有船作为缓冲，不然很难说能稳住这条鱼。这条鱼吃了饵就想往手下扎。你给我起！穆老弟这身体素质是越来越高了啊，完全不像谈恋爱的人。木子之所以现在能硬刚大鱼，完全是因为棒珠的加持，不然估计一个回合就得下去打窝子了。嘿嘿，哪里，钓的鱼多了，也就进步了。木子一边拔竿，一边摇轮，把这条巨物扯离海床。只有这样，后面的事情才有余地。这条鱼被拉离水底应该有几10米了，这下问题不大了。一边的老板看着木子溜着这条巨物，心里那个痒啊！兄弟，让我来爽一把啊！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大货，全照付。木子想了想，也是，毕竟是来帮忙的，而且对方话已经说的这么到位了。哈哈，好吧，你来过瘾。老板接过了木子手里的杆子，开始跟水里的鱼饵搏斗了。钓大鱼是每个钓鱼佬的梦想，他可不想错过。老谭，快，视频给我录起来。得，又要开始表演了。看样子，只要是个钓鱼佬，都逃脱不了喜欢装的习惯。前几次冲击被化解了，原以为这老板很快就会把这条鱼拉出水，哪想到硬生生的又干了1个小时。来了，你们看那里！随着螳螂的叫声，木子也看向了远处。我操，巨型石斑啊，怕是石斑王的。他哪里知道，木子还钓过更大的。几人合力把石斑鱼给抬了上来。厉害啊，这条鱼怕是有100斤了。从此站起来了，哈哈，哪里。于是这个老板拿着手机又是咣咣一顿拍。按照约定，老板给了木子1万，外加5000的意外感谢费。后面得知这位老板其实是一位台钓大师，姓邓。我觉得我今天钓得到位了，这一条鱼可抵1000条万条小卡拉米了。邓大师的意思是回去了吗？其实我也钓得差不多了，估计这邓老师的朋友今天免不了又被刺激一番了。木子这次也是没少钓，船舱里面藏了足足的鱼货，又是一个进货的一天。那大家都没什么意见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对了，兄弟，听说你钓金枪鱼很厉害啊，有机会南游约起来啊。好啊，有机会约着一起钓，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跟我说。老唐也不失时机的招揽着生意。就这样，2艘船一前一后的回到了港口。老唐钓的鱼送给了这位邓老板。穆老弟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你的事情我给你留意着。好的，谢谢唐叔了。木子则在船上给罗非打去了电话。穆兄弟，有几日没联系了，最近好吗？还行，今天出海钓了点货，不知道你收不收啊？你的货肯定差不了，那必须要收的。木子叭叭叭的给罗非说着渔获情况，50斤以上的青斑有20条，以下的大概35条的样子，
海狼鱼不计其数，起码也是1000斤了，其他杂七杂八的鱼也是几百斤。大概就这些了。厉害啊！这不到1天就收获这么多，还得是我木兄，这样我马上来运回去。罗非带人把鱼都拉走了，一共是25.8万，都是按照高于市场价来收的。我转给你了，感谢罗老板照顾啊，哈哈，互惠互利。正在木子打算走的时候，罗非又说话了：哪天我们又去南游搞金枪鱼啊？木子心里想，最近这些人怎么都想去南游啊？想倒是想呢，但是不太想跟船，想自己搞一艘或者买都可以。哟呵！我操，你最近发了，现在都直接买了，我还说我们一起包船呢。嘿嘿，主要是方便的哈，想钓多久钓多久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像季宇后面换的那艘就不错，这个我也可以帮你问一下。不过买的话就是价格有些偏高了，租的话目前还比较合算。罗非也是出于好意，毕竟这钱也不算少的。好的，那就先谢了。于是木子就提着钓箱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里面。有机会还是换一点大的房子吧，这出租屋还是小了点，条件有点约束了。来才躺在装老龟的盆子里面，甚是惬意。来，先整2条石斑鱼。但是来才一脸怒气地看着木子：“你个二货干什么呢？你个二货干什么呢？”赖格宝这一叫给木子吓一跳：“咋了？给你吃上等货，你还看不上啊？”是你大爷啊！我是警察，不是猫猫狗狗的好吧？怎么个意思？听这个话是对我有意见？你看哮天犬都是吃的边角料，你还讲究上了？木子思考了片刻，说道：“行，我给你掏俩蜈蚣，捉俩蚊子去。”木子来到了卧室，躺着床上给来财找吃的，网上下了200斤蜈蚣单子，毕竟这可是招财的大爷，不能怠慢了。买完东西，木子想来今天还没吃饭呢，于是又做了一顿饭，胡吃海塞了一阵。来财在旁边巴巴地看着，终于是吃饱了。累了一天了，不过还好，今天又收入几十个。跟着你混，一天饿3顿，今天就吃上一口热乎的。嘿，你上船就吃我的烤鸡，海鱼你也没少吃，啥事也没干，你好歹也是出境人员，是不是该发力了？木子有些幽怨地看着哮天犬，怪我咯，还不是作者说了算。哟呵！第二天，木子起了一个大早，给金蝉喂了5斤蜈蚣，就坐在客厅发呆，总感觉少了点啥。卧槽，想起来了，季宇那货还没把3轮给我还回来。于是他拿起了手机，喂，季大爷，我的3轮你要再不还回来，我下午就去开走你游艇了啊！有你这么算账的吗？一个破3轮就想开走我500万的游艇啊？这还不是你逼的？哟呵！你来卖3轮的地方去吧，我一个人也开不了俩了。于是木子也顾不上吃早饭，带着哮天犬就出门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怎么样，跟你同款，以后哥也是有3轮一族了。季宇说着话，满脑子都是自己拖着大鱼游街的场景。话说你的红骨鱼呢？怕是都臭了吧？卖了2万。咦，你说气人不？这给木子惊讶坏了，总感觉这小子没说实话，实际上只卖了200块，给别人当肥料了。俩人开着3轮，各自朝回家的方向走着。突然木子像想到什么似的，拿起电话给金鱼打了过去。你说我们要不要买一套房子啊？毕竟租房子不是长久之计，而且很多事情都不方便。你说的倒是，想买就买吧，船的事情有我在，你放心。木子心里那个暗喜啊，这自己完全捡了一宝。挂了电话，木子就准备带着哮天犬去往售楼部。走了，哮天犬，我们去干一套大别野了。说的好像有我一套一样。来到售楼部，木子跟销售小姐姐说明了自己的买房要求后，被带入了一间 VIP 房间。哮天犬在外面等着，木子则跟售楼小姐姐在办公室里面密谈了1个小时，最后以300万的价格买下了一套。你俩在里面干啥呢？整了这么久，给我腿都站麻了。社会上的事情你少打听的好。走吧，回去准备搬家了。走吧，回去准备搬家了。第二天，木子和金鱼一起把出租屋里面的值钱东西全都装到3轮里面，拉到了新房子里面，给金蝉安排了一个更好的住所。当然，哮天犬也是必须要有的，毕竟这家伙算是自己人了。忙活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有个家了。木子和金鱼躺在床上，不仅发出了感慨：是啊，没想到你还存了不少呢，居然一口气付了全款。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
你可别放太松了，后面还有很多事呢。我钓了半辈子鱼，就不能享受吗？金鱼看着木子一顿无语，翻了个白眼。这才钓了几个月啊，就半辈子了。这时木子又接着说话了：以后就跟你混了，靠你养活了啊，小姐姐。看你表现了，哼哼。哟呵，那我现在就先表现。正当这俩人打算切磋一下武艺的时候，电话又不是时机的响了起来。谁呀？真是的，总是干扰我办大事。木子哥，听说你干了一套大别野啊，不摆两桌庆祝吗？木子一听，这家伙鼻子可是真灵，这都知道了。谁告诉你的？你忘了哥以前可是混迹于各行各业的，能没点信息渠道吗？哟呵，行吧，本来想跟你们以普通的方式相处，现在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是花了几百个买了套小房子。你小子这些日子可是真没少赚啊！明天我约上罗非他们过来给你热闹热闹。木子想了一下，不能便宜这货了。来是可以的，不过你要是空着手来，我可不开门。得嘞，你请好吧。第二天，季宇来到了木子的房子。嚯，这家伙对自己是真不客气，这套房子怕是好几百个呢，日子不过了吗？是啊，都快赶上富二代王多鱼了。一行人落座，瞬间被桌上的菜惊讶到了。好家伙，你可真是亲兄弟，红烧整个金枪鱼。那是，我是跟你一样抠搜的人嘛。哟呵，看你今天又是空手来的。金鱼赶紧打圆场说道：没事，来了都欢迎，大家赶紧开动吧。你看你激动啥呢？他转头看向罗非，飞哥，快把我们的礼物给他吧，不然今天吃不上饭了。哈哈，好的。说完就递了一把钥匙给木子。哎呦我去，这是几个意思？新款保参米，50多个 W 钮呢，我们仨一人凑了点给你买的，够意思吧？哟呵，就是呀，3000多匹马力，动力相当的，哇塞，嘎嘎猛！卧槽，3000匹马力，这开起来得起飞啊！木子有点怀疑的看着他们，你们几个是想把我送走，继承我的吊技吗？关键它还能时速500公里瞬间刹停。哎呦我的妈！本来我想买的，可惜就一辆现车，便宜你了。就是，几人一边吃着饭，一边互相呛着对方，好不热闹。木子抬头看了一下天花板，目前来看，前面的事情算是告一个段落。对于即将开始的新征程，他也是满满的信心。奥利给！